游轮失事，我和18个极品美女流落荒岛，谁料却因为顶流女星的闺蜜一句他是个男人，肯定对我们图谋不轨，我便被这群自以为是的美女联手赶出营地。可当她们被毒虫咬得生不如死时，我早已经在窑洞里吃着火锅唱着歌。曾经那些对我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全部可怜巴巴地跪在我面前，祈求我给他们一口吃的。此时我正蹲在沙滩边清理一条搁浅的鱼，却突然听到苏微微喊了一句：我提议把林峰赶出营地，咱们18个女孩子，谁能保证她不会趁我们睡着做什么？同意让她搬走的举手。举手。这话一出，好几个女生的脸上都露出恐惧的表情。荒岛屋里无缘，一个男人，18个女，果然18个人里17票赞同，只有1个人没举手。苏微微得意地转过头看向我，看到了吧，少数服从多数。林峰，你可以走了。我拍了拍手上的鱼鳞，弯腰把那条处理好的鱼捡起来。行，既然不欢迎，那我走。苏微微刚要发作，已经有人先一步开口。秦岚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等一下，小伙子，别赌气了。他们的顾虑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白天你过来帮盘，大家一起干活，分配食物；晚上你睡到那块岩石的另一侧，怎么样？而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鱼，气笑了。秦老师，您说的很客气，但翻译过来就一个意思，你们需要一条免费的狗，白天干活，晚上拴起来。说完这话，我直接走向树林方向，直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树丛里。苏微微拍了拍手，扯出一个笑，走了正好，清静。明天我们自己找食物吃。秦岚走到陈瑶身边，压低了声音：你想过没有？他走了，收集柴火、搭棚子、找食物、守夜这些活谁干？陈瑶的眉心皱了一下，显然他之前真没想到这一层。苏微微凑过来插嘴道：秦老师，我们18个人呢，什么活干不了？何况赶走一个男人的安全隐患，利大于弊。秦岚看了他一眼，懒得再解释什么。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我拎着鱼来到一处高地，站在最前面，甚至能看到那群女人所在的沙滩，也可以看到前方的海面。我刚把鱼放下，坐在石头上喘了口气，突然脑子里嗡了一声，眼前弹出一行透明的蓝色文字：荒岛求生系统激活中，宿主已确认。功能1：万物鉴定，目光所及之物皆可识别属性与用途。功能2：百科资料库，提供脑内知识下载，涵盖建筑、种植、冶炼等一切宿主想要知道的知识。功能3：每日签到体质强化，可每日强化体质，抗毒能力 max。我立刻低头看向地面的那堆枯叶，蓝色标注浮现：干燥棕榈叶，清热解暑，利尿消肿，抑菌消炎。林峰的心跳止不住的加快，随即迅速扫视四周，石头、苔藓、树皮、泥土，所有东西的属性都像词条一样浮在上面。他站在凹地边缘，听着下方沙滩方向隐隐传来女人们的说笑声。我忽然笑了，都荒岛了，还以为自己是版本 T0。夜幕沉下来，海风裹着咸腥的潮气从沙滩上卷过来。18个女人围坐在一堆勉强算是篝火的火苗旁边，我光把她们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我对边散落着几袋包装面包和小蛋糕，陈瑶撕开一袋奶油小面包，几口就没了，连包装袋里的碎渣都抖进了嘴里。其他人也差不多。气温继续掉，海风一阵一阵往骨头缝里钻，篝火被吹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人已经把膝盖抱紧，把脸埋进了腿里。苏微微嗤笑了一声：你们猜那个林峰现在什么样？捡了条鱼又怎样？他能生火吗？估计现在冻得跟条狗一样。他把 Zippo 打火机在手指间翻了一圈，火苗跳了一下，没人搭理他。此时林雅抱着自己那双长腿，声音闷闷道：我想吃饭，想睡我的大床，想洗个热水澡。说着声音就带了哭腔，这一哭像是传染，旁边几个人也红了眼眶。喂，你们快看那里，那里有火光！所有人齐刷刷看过去，黑漆漆的密林上方确实有一团跳动的暖黄光亮，真有，还有别的幸存者，有人就有救了，我们过去看看吧。话音落下，所有人又低头望向火光下方那片漆黑的密林，晚上黑压一片，偶尔传来不知名的虫鸟怪叫。我不敢进去，里面该不会有蛇吧？而且黑成那样，万一摔了怎么办？白天再去行不行？秦岚看了看众人的表情，又抬头看了看远处那团时隐时现的火光，他攥了拳头，咬了咬牙，走到火堆边，弯腰抽出一根还在燃烧的粗树枝当火把。我去看看，万一有人，说不定有吃的。有想一起的就跟上，不勉强。沈小棠第一个跳起来蹦到秦岚身边，我去，又回头朝大伙招手，走嘛走嘛，大家一起去就不怕了。苏微微撇了撇嘴，但大部队要走了，她也不想落单，哼了一声跟在后面。于是18个女人打着一根简陋的火把，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密林深处摸去。脚下的地面从沙变成了湿土，再变成铺满落叶的坡地，越走温度反而没那么冷。密林把海风挡住了大半，火光越来越近，然后一股味道飘了过来。有人停下脚步，使劲吸了一下鼻子，所有人都闻到了烤肉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后的焦香，混着某种辛辣的野生香料气息，顺着夜风往鼻子里钻。所有人的肚子几乎同时叫：烤肉香，有火有肉，还他妈有调料，这味道是鱼，不止鱼，还有一股股的香味。沈小棠肚子咕噜叫了一长串，好香，我好饿。此刻另一边，我蹲在营地里，面前一堆烧得又稳又旺的火。系统百科资料库直接把完美操作流程灌进了脑，用什么木头当钻头，什么藤条崩弦，怎么挑火龙，精确到每一步。虽说第一次操作有些生疏，但也只花费了10几分钟就搞定。火堆上方用2根外形树杈撑着一根削尖的木棍，一整条处理干净的鱼被穿在上面，外皮已经烤到微焦，裂开的鱼皮边缘往外翻卷，露出里面白嫩紧实的鱼肉，油滴落进火堆里，吃吃作响。我捏着几片叶子，碾碎
碎了往鱼身上撒。天黑前，他在营地附近转了一圈，目光扫过地上一丛不起眼的矮灌木，蓝色标注立刻浮现：野生甲举叶，腥味，可替代胡椒使用，去腥增香，效果极佳。又看向旁边歪脖子数根部的几朵金黄色菌菇，鸡油菌，口感细嫩，富含蛋白质，建议烤制或炖煮，风味最佳。那几朵金黄色的菌菇已经被他摘了下来，串在另一根细木棍上，架在火边慢烤，边缘微微焦化，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菌香。碾碎的甲举叶撒上鱼身的瞬间，辛辣的香气就窜了出来，和烤鱼的油脂焦香搅在一起，我忍不住吞了口水，又翻了个面。鱼腹那一面已经彻底熟透了，金黄酥脆，用木棍一戳就裂开，汁水往下淌。我伸手把那串烤菌菇取了下来，吹了吹，咬了一口，外面一层薄脆，里面嫩得像豆腐，满嘴菌香。我靠着温热的岩壁坐下来，吃着菌菇串，等着烤鱼熟透，好不自在。此时的我压根不知道，赶走我的那18个女人，此刻正循着她的火光和肉香，正深一脚浅一脚的朝这边摸过来。我正嚼着鲜嫩的鸡油菌，满嘴都是浓郁的菌菇香气。就在这时，侧面灌木丛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我立刻咽下嘴里的食物，瞬间警惕起来。这荒岛上野兽毒虫不少，别是闻着烤鱼的香味找过来了。我右手迅速摸到脚边，握住一块傍晚就准备好的拳头大小的石头，右臂肌肉紧绷，死死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要有野兽敢扑出来，我便立刻把石头砸过去。这时，我看到灌木丛的叶子被一只白嫩的小手拨开，紧接着，一张圆圆的、带着婴儿肥的娃娃脸从叶子后面探了出来。来人正是沈小棠，她头发乱糟糟的，额前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此刻睁得溜圆，双方隔着10来米的距离，就这么对着愣住。沈小棠手里还保持着拨开树枝的姿势，整个人僵在那里。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群女人找过来了。走在后方的苏微微挤了出来，她看清火堆旁的人后，忍不住尖叫出声：“怎么是你？”我看着苏微微那精彩的表情，忍不住冷笑一声：“怎么迷路了？你们的沙滩在那边呢，别走错了。”他能闻到空气中那股勾人馋虫的烤鱼香味，肚子很不争气的咕噜叫了一声，在此刻安静的氛围里格外清晰。他咬了咬嘴唇，把那点难堪强行压下去。林峰，我们大家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找到这儿，你就自己在这里吃独食，你怎么这么自私？自私？白天的时候你们把我赶出营地，有没有想过我的死活？那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们自不自私？现在还有脸跑来质问我？秦岚见状，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迈了一步。林峰，大家确实又冷又饿。你的食物能不能分给大家一些？我不屑地嗤笑一声：“秦老师，我记忆力不太好，您帮我回忆回忆。白天的时候是谁让我白天当牛做马干活，晚上滚蛋去别的地方睡的？”秦岚的嘴唇动了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根本接不下去。我又把目光又转向苏微微，又是谁说我是安媛媛演，煽动大家投票把我踢出去的？被点名的苏微微脖子一梗，强行狡辩：“那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行，为了安全，我把木棍上最后一个烤蘑菇撸进嘴里，随手把木棍扔进火堆里，干柴遇火，发出噼啪一声脆响。咽下去后，他才抬起眼皮，看着面前这群衣衫凌乱、面色疲惫的女人。你们当时举手把我这个安全允赶走了，那你们现在跑到我这个安全允面前来要饭？怎么我这安全云云的身份是看你们饿不饿决定的？这话一出，不只是秦岚，连刚才还有些不满眼神的几个女生也都垂下了头。沙滩上的篝火、面包相互依偎取暖，和眼前这个被他们驱逐却独自建起温暖营地、烤着鱼的男人，形成了残忍的对比。沈小棠看着林峰手里滋滋冒油的烤鱼，又看了看这避风又温暖的岩洞营地，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突然跳着向前小跑了2步。他扬起那张极具欺骗性的娃娃脸，露出一个甜美到发腻的笑容。他声音软糯，带着点撒娇的意味：“林峰哥，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我向你道歉。那个，能给一点吃的吗？我真的好饿啊！从下午到现在就吃了1小块面包。”就在他准备再往前凑一点的时候，我保持那副灿烂的笑容，清晰无比地吐出2个字：“滚蛋！”沈小棠脸上的笑容僵住，她眨了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我收了笑容，脸上换上一种毫不掩饰的嫌弃。我说：“滚蛋！在我面前装什么可爱？可爱能当饭吃，还是能让你晚上不挨冻？”然而面前的男人却是根本不做理会，只是自顾自地转头去摆弄架子上的烤。眼看确实讨不到半点同情，沈小棠只能用力吸了吸鼻子，委屈地垂下眼睫，转身默默退回了身后的队伍当中。就在这时，队伍里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说话的是陈瑶：“我们也不白要你的食物，可以用东西跟你交换。”只见他伸手到脖子后面，解开了一条项链的搭扣，项链在火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吊坠是一颗毫无杂质的血色宝石，做工精细，定制款，市价130万。你把这条鱼分我们一半，以后每天的食物也分我们一半，项链归你。苏微微一把拉住陈瑶的胳膊：“瑶姐，你疯了！这是你最喜欢的那条项链，就为了他那几口破鱼，太不值了。”陈瑶摇头道：“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是诚意。我们需要食物，就得拿出对等的东西。”我站在火堆旁，听着这群人一本正经地讨论用哪条项链、哪个手镯来换他的食物。他们不会真的以为这些石头和金属在这座鸟不拉屎的荒岛上还他妈的值100多万？你们讨论完了没有？讨论完了就赶紧走吧，别影响我吃饭。我叹了口气，伸手指向陈瑶掌心里那条项链。我问你，这玩意儿能吃吗？能当水喝吗？能帮我砍柴、切肉、剥鱼鳞吗？在这座岛上，
你那链子的架着步刀，水果刀起码能割绳子、削木棍、处理猎物。你那个，我拿来干什么？在这里，食物就是命，是活下去的保障，哪怕半条鱼我都不会换。你还想要我以后每天一半的食物？这话出口，整个空地安静下来，没人再提什么项链值不值了。苏微微咽不下这口气，跳出来说道：“林峰，你别太过分了！瑶姐愿意跟你换是看得起你，100多万的东西在你这成破烂了。”陈瑶没接话，她低头看了看掌心里的项链，手指慢慢收拢，把它攥进了拳头。她的嘴唇抿了抿，想说什么，却发现无从反驳，因为林峰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在这里，钻石不能果腹，黄金不能御寒。他引以为傲的一切身外之物，在饥饿和寒冷面前一文不值。然后他拉了一下苏微微的胳膊：“微微，别说了。”我坐回篝火旁，伸手把架子上那条烤透的鱼取下来，鱼皮焦脆金黄，裂缝间渗出的油脂还在滋滋冒着小泡。吹了吹，对着鱼背上就是一大口，烫得直哈气。我一边嚼边含糊不清的点评道：“淡了点儿，下次得想法子弄点盐。这块还行。”秦岚闭了闭眼，她知道今晚不可能从林峰这里分到任何东西，继续留下来除了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走吧，转身朝来路走去，人群陆陆续续跟上，有人走的时候频频回头看着那团火光和火光里大快朵颐的身影。苏微微冷哼一声，被陈瑶拉着跟上大部队。我头也没抬，继续啃鱼。18个人走了17个，还有一个没动。赵雅这姑娘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过，从进到这片空地开始，她的目光就没离开过那条烤鱼。此刻别人都走了，她还站在原地，眼睛直勾勾看着林峰手里那条被啃得坑坑洼洼还剩大半的鱼。我自然是注意到了她，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只是又咬下一块鱼肉，慢条斯理地咀嚼着。赵雅，你干嘛呢？快跟上！远处传来喊声，赵雅这才如梦初醒，应了一声，最后看了一眼林峰手里那条冒着热气的烤，那眼神像极了小时候趴在蛋糕店橱窗外面的孩子。他咬了咬嘴唇，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跑着追上了队伍。不过这群女人说是离开，也没真的回沙滩去，走了几十米就停下了，是一片被周围树木环绕的空地。虽说简陋，但好歹有树挡风，不像沙滩那样被海风灌得透透的。苏微微用打火机又点了一堆火，众人围坐取暖，身体确实比在沙滩上暖和了不少，但心里头那股冷意反倒更重，因为几十米开外，风偶尔会把烤鱼的鱼香送过来，隐隐约约的。苏微微开口：“都怪那个林峰，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歌后林诗音靠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赶走林峰，是不是现在也能吃上烤鱼了？”此话一出，场面安静了一瞬，有人低着头不说话，有人下意识去看苏微微的脸色。苏微微猛地站起来说道：“马后炮谁不会放？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林诗音白天投票的时候你可也举手了，现在装什么圣母？”林诗音转过头看了苏微微一眼：“我是举了，可发起投票的人是你，你要不开那个口，会有后面这些事儿。”苏微微脸涨得通红，张嘴想反驳，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话。好在她不是一个人。就算林峰留下来又怎样？你看他那个德性，自私自利到骨子里，连一口烤鱼都不分，留下来他就会大发善心了。方小曼紧跟着蹦出来，伸手指着林诗音：“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错吗？你当时要是站出来反对，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林诗音看着方小曼那根指过来的手指：“抛开事实不谈，方小曼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事实就是苏微微起的头，你们跟着起哄，现在出了问题，想把锅摘干净，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儿？”苏微微反击道：“大家都投了票，就你最有远见，那你当时怎么不拦着？我凭什么拦？17个人的决定，我一个人拦得住？那你现在凭什么指责我？”够了！一道声音压过了所有人的喧哗。陈瑶从刚才起就一直坐在原地没动，手里攥着那条没能派上用场的项链。这一声呵斥，所有人都闭了嘴，场面安静下来。陈瑶站起身，把项链收进口袋，抬手揉了揉太阳穴。吵赢了又能怎样？肚子照样是空的。她的视线越过人群，落在一直沉默坐在外围的秦岚身上。秦姐，您见多识广，经历的事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多。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秦岚身上。秦岚心里苦笑，见多识广，那是在文明社会里。秦岚知道这群人现在需要一个主心骨，她撑着树干站起来，环视一圈。先说一件事，做好救援短期来不了的打算。这岛在什么位置，谁也说不清。搜救需要时间，可能3天，也可能30天。总之，现在只能靠自己。今晚不折腾了，抓紧休息，明天一早分工。找水源，找食物，搭棚子，一件一件来。话不多，但足够务实。人群渐渐散开，各自找地方躺下。蚊子在耳朵边飞来飞去，此起彼伏，永不停歇，翻来覆去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睡着。与此同时，几十米外的岩壁营地里，我正躺在一层铺好的干棕榈叶上，三面岩壁把风挡得严严实实，篝火余温轰着整个凹地，甚至觉得有点热，把一条腿伸到了棕榈叶外面。蚊虫压根不往他身边飞，系统签到给的抗毒能力 Max 附带这个好处，飞近了就绕道走，比蚊香好使100倍。我翻了个身，打了个饱嗝，扯了扯嘴角，闭眼3秒入睡。女生营地这边，火堆已经暗了下去，只剩一小
片红色的余烬在夜风里明灭。赵雅倚着一棵粗树，双腿蜷在胸前，肚子又叫了一声。她把脸埋进膝盖里，牙齿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就在这时，一阵极轻的窸窣声钻进耳朵。赵雅没动，她侧着眼，从半合的眼缝里往声音的方向瞟过去。沈小棠这丫头抱着膝盖缩在3米外的一棵树根旁，本来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睡觉，但此刻她的脑袋在动，很小幅度的左右转了转，往四周瞥了一圈，确认周围没人看她之后，沈小棠慢慢伸手从身侧那只的粉色防水小挎包里摸出了什么东西，动作很轻很慢，手指捏着那个东西往嘴边送。赵雅听到了咀嚼声，很轻很轻的，沈小棠甚至不敢用力咬，生怕发出太大动静。她在偷吃东西。游轮失事，我和18个极品美女流落荒岛，谁料却因为顶流女星的闺蜜一句他是个男人，肯定对我们图谋不轨，我便被这群自以为是的美女联手赶出营地。可当她们被毒虫咬得生不如死时，我早已经在窑洞里吃着火锅唱着歌。曾经那些对我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全部可怜巴巴地跪在我面前，祈求我给他们一口吃的。赵雅整个人一激灵，睡意全没了。这小妮子居然藏了吃的，但同时另一个念头也冒了上来，那粉色小挎包巴掌大，里面能装多少东西？叫醒17个人来分，一人一口渣都轮不到。这群人里有苏薇薇在，最后搞不好是苏薇薇抢走大头，自己屁都捞不着。要是不告诉别人，赵雅眯起眼，心里有了计较。周围安静的只剩虫鸣和远处海浪声，没人说话，也没人叫醒其他人的动静。沈小棠暗暗松了口气，小心翼翼把嘴里东西咽下去，慢慢转动有些发僵的脖子，朝刚才想动的方向看过去。结果一抬头，就对上了赵雅那双映着余烬红光的眼睛，那双眼睛正一眨不眨盯着他。沈小棠本能抬起左手，食指竖在嘴前，做了个虚的手势。他手伸进小挎包里摸索了一阵，捏出一个小东西递到赵雅面前。赵雅凑近一看，牛肉粒，二话不说把那颗牛肉粒接过来。赵雅拨开包装的动作又快又轻，随后直接塞进嘴里。赵雅又伸出手来，手心朝上，五指微微张开，冲着沈小棠轻轻勾了勾。还要小丫头嘴瘪了下去，手指哆哆嗦嗦伸进包里，抠索的又摸出几颗递出去。赵雅一把夺过来，低头在掌心里数了数，3颗。赵雅收回手，把那3颗牛肉粒小心翼翼塞进牛仔裤最里层的口袋，用手掌压了压，确认不会掉出来。1颗下肚垫了垫，3颗存着当保命粮。天色蒙蒙亮，第一缕阳光照进岩壁凹地的时候，我是睡到自然醒。我伸了个懒腰，浑身舒坦的不像是在荒岛上过了一夜。3面岩壁把凹地里的温度保持得很好，地上铺的干棕榈叶松软合潮，比那群人在树根底边上躺着强了不知道多少。签到，眼前蓝色文字闪过，签到成功，体质+1，提升幅度没有第一天那么夸张，但积少成多，坚持下去就是质变。我握了握拳，确实能感觉到力量又比昨天强了不少。我站起来活动了几下身体，准备去附近找点水源和早餐。然而刚迈出2步，一声尖叫划破清晨的宁静，从几十米外的女人营地方向传来，音调高的简直能把树上的人吓飞一般。紧接着是乱七八糟的惊叫声、哭声、跑动声混成一片。我停下脚步，偏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继续朝反方向走去。关我屁事！清晨的尖叫声一个接一个往外蹦，10几个女人从地上弹起来四散奔逃，有人光脚踩到尖石头龇牙咧嘴，整个场面乱成一锅粥。蛇，有蛇！在哪？在哪？别过来！妈呀，我要回家！尖叫声此起彼伏，真正看清蛇在哪的人没几个，大多数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跑，但有一个人没跑。方小曼整个人僵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她右小腿上一条翠绿色的蛇懒洋洋盘踞着，三角形脑袋搁在她膝盖侧面，蛇身只有成年人拇指那么粗细，那鲜艳的绿色在晨光下格外刺眼。方小曼不敢动不敢叫，连大口喘气都不敢，眼泪无声从她眼角滑下来。方小曼在能满是恐惧地望向10几米外的苏薇薇，求你了，救救我！苏薇薇看到了她的眼神求救，她整张脸发白，嘴唇哆嗦着张了又合，不是不想救，是真不敢。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站最远的几个已经躲到树后面，只露出半张脸往这边张望，抖得比方小曼还厉害。就在这时，一只手捡起地上一根手臂长的木棍，江月。此刻江月握着木棍，显然也怕得不轻，但他还是往前走了。都散开一些，这蛇是竹叶青，剧毒，在这种条件下被咬到，几乎等于宣判死刑。这话一出，方小曼眼泪掉得更凶了，双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周围的女人又往后缩了几步，她们站在江月走出来的方向，看着她背影，脸上是掩不住的担忧。江月一步步靠近方小曼，木棍前端在微微发抖，她只能把棍子握得更紧。那条竹叶青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脑袋微微抬起来，补了吐信子，屏住呼吸。江月将木棍前端从蛇身与方小曼小腿之间的缝隙缓缓伸过去，动作很慢，棍子到位，她猛地往上一挑，那条翠绿色的蛇被甩飞出去5、6米远，啪嗒摔在落叶堆上，扭了几下窜进灌木丛消失了。周围立刻一片尖叫，苏薇薇这才冲上前扑到方小曼身边，抓着她肩膀使劲摇晃。小曼，你没事吧？有没有被咬到？我以为我要死了，薇薇姐，我以为我要死了。方小曼哇的一声哭出来，两只手勾住苏薇薇的脖子，嚎得撕心裂肺。没事了，没事了，蛇走了，走了。苏薇薇拍着她的背，自己声音也在发颤。秦岚快步走过来，在江月面前微微弯了腰，江小姐，谢谢你。江月点了下头，算是回应。密林深处，我已经转悠了将近1个小时，怀里抱着一堆果子和蘑菇，收获不少。一路走来，但凡目光扫到，系统的标注就没停过。山莓果能吃，野生红毛丹能吃，鸡油菌老朋友了能吃，一丛翠绿的野菜能吃，甚至还有几簇野生小辣椒，红得像宝石似的挂
挂在枝头。吃的是有了，但全是素的，没有肉。更要命的是没有水。荒岛上淡水甚至比食物都金贵，人不吃饭能扛1个星期，不喝水3天就得交代。我继续往深处走了大约10分钟，一阵细微的水声钻进耳朵，一条小溪从高处的岩石缝里淌出来，宽约半米，水清见底，日光打下来亮晶晶的，顺着地势往更低处流去。目光落上去，蓝色标注跳了出来，活性山泉水，无有害菌，矿物质含量适中，可直接饮用，水质评级优。我几步上前，蹲下身，双手捧起一捧水，直接往嘴里灌，清凉甘甜，没有任何异味。我一连灌了5、6捧，才用手背抹了抹嘴，长出一口气，水源搞定。接下来得弄个容器，总不能每次渴了都跑这么远。我站起来，目光没往回看，而是顺着溪流往上游方向望过去。水从更高处来的，上游被密林遮得严严实实，看不清具体情况，但那个方向的植被明显更加旺盛，鸟叫声也格外密集。有水的地方就有动物聚集，有动物就有肉。我把怀里那堆野果蘑菇放到溪边一块石头上，活动了2下肩膀。签到后的体质让他一早上的奔波几乎没什么疲劳感，肌肉里有用不完的劲势。他就这么沿着溪流朝上游走过去，然而才走出不到200米，林峰就停下了，因为他在溪边湿润的泥地上清清楚楚印着一排动物脚印，4指有蹄。林峰立刻使用鉴定开始扫描，得出的结果让他眉头狠狠一跳。野猪，如果能搞到1头野猪的话，那他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蛋白质发愁。冷静，冷静，野猪这玩意儿可不是家养的肥猪，那是正儿八经的猛兽，成年个体有时候都能长到200公斤以上，獠牙能把人大腿拨开，冲锋速度比短跑运动员还快。我蹲下身，目光落在那排清晰的蹄印上，启动了深度鉴定。蓝色文字浮现，成年雄性野猪足印，体重估算180公斤以上，威胁极高，要吃猪肉，急不得，要么就稳一手，等体质强化到能徒手掰弯钢筋的程度再来，要么就搞个陷阱。总之，今天这猪惹不起。绕过那片蹄印区域，我继续沿着溪流往上摸索，将近2个小时就这么走了过去。脚下的地势越来越陡，灌木也越来越密，但体质强化后的耐力确实顶用。直到他拨开最后一丛齐胸高的灌木，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前豁然开朗，两面山壁合拢成天然的屏障，中间夹着一片缓坡谷地。只见那里成片的芭蕉树立着，宽大的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结满了密麻的芭蕉。再往旁边看，一种攀附在岩壁上的藤蔓结满了紫黑色的葡萄，每一颗都有荔枝那么大，缀的藤条弯成了弧形。系统的标注立刻刷了出来：野生芭蕉，可食用，糖分含量高，热量充足；岩壁葡萄，花青素含量极高，酸甜比例完美，可直接食用或酿酒。后面还有山枇杷、山黄皮果、不知名的浆果，满眼全是绿色的可食用标签，一条接一条往外爆。不急，就算不管那些远处的羊，光是眼前这些果子就能够保证它很长一段时间不饿肚子。这地方就是我的私人粮仓，我的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就在这时，一阵鸡叫声从左侧的灌木丛后面传来，我的脚步立刻顿住，没敢乱动，只是屏住呼吸，轻手轻脚的朝声音来源挪过去。到了那丛灌木后面，也没敢拨开枝叶，只透过缝隙往里瞧。好家伙，距离它不到5米的空地上，7、8只野鸡正悠哉地刨着地面找虫子吃，羽毛油光水滑，得想个办法。脑子里的百科资料库立刻给出了方案，用韧性好的藤蔓编一张投掷网，靠近了直接兜头照下去，比追着跑靠谱1万倍。我立刻在周围寻找合适的藤蔓，这片谷地里最不缺的就是植物，没走几步就找到一大片又细又韧的绿藤，系统标注弹性藤，韧性极佳，适合编织。我扯下一大把，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脑子里全是资料库里关于编网的手法，手指也跟着节奏穿梭缠绕起来。不一会，一张长宽个2米的藤蔓网终于编完了。我抖了抖，扯了扯，网很结实，网眼不大不小，鸡头能露出来，但身子钻不出去，够用了。把网卷起来夹在腋下，我弯着腰又摸回了刚才那片灌木丛后面，趴下身往缝隙里一瞧，差点没笑出声。只见那群野鸡不但没走，反而又多了4、5只。我从趴着的姿势慢慢调整成蹲姿，双手把网展开，握住了边缘。3、2、1，撒网。陈瑶带人在营地附近摘回来的一堆山莓和硬邦邦的青果，果子有些酸涩，这点东西下了肚，更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渴，从昨天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喝过一口淡水，喉咙干渴难忍，有人舔了海水更渴，舌头肿得连说话都不利索。秦岚当即决定把人分成了4组，江月带着他那3个人去捡柴火，苏薇薇领着陈瑶和几个人在营地周围转，算是采集组。那顿午饭就是他们的全部成果。秦岚自己则是带着几个人去海边碰运气，看能不能像林峰昨天那样捡到搁浅的鱼。赵雅、沈小棠和另外2个女生，他们的任务是往内陆走找水源，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大约40分钟后，水，这边有水，快过来啊！所有人闻声往那边汇合，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地带，一条细小的溪流出现在眼前。水，真的是水！沈小棠顾不上什么形象，直接扑到水边，大口大口的吞咽，紧跟着7、8个人全扑了过去。苏薇薇喝了2大口，满脸都是水珠子，活过来了，真爽！不管怎么说，水源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一群人喝饱了水，瘫坐在溪边，第一次露出了上岛以来稍微放松的表情。好几个人甚至把手伸进溪水里，随意的在水里划拉。苏薇薇甚至开始盘算要不要在溪边重新扎营。这边有水，柴火也不少，晚上随便摘点果子凑合也能过，就是没有肉。沈小棠捂着肚子，忍不住小声嘟囔：“拉倒吧你，能有口水保命就不错了。”气氛难得轻松了那么一会儿。然而就在这时，灌木丛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我顺势走了出来，脖子上挂了4只野鸡，被藤条绑着脚，一串挂在颈上，黄褐色的羽毛随着步伐一晃一晃，左手提着捆好的香蕉和紫葡萄，右手稳稳端着一片对折的芭蕉叶，里面盛着大半清水，走路带起的摇晃硬是没让谁洒出来一点。众人的笑声没了，
聊天声也没了。他们18个人忙了一整天，一组去海边空手而归，一组捡柴火累得腰酸背痛，一组在灌木丛里摘了一些酸涩的果，一组走断腿都没找到水，全部加起来还不如眼前这个男人一个人带回来的1/10。我显然也看到他们了，脚步顿了一下，目光淡淡的扫过这群衣衫凌乱、眼神直勾勾的女人。我嘴角一扬，扯出一个让人火大的笑容。我没说什么嘲讽的话，也没有一个挑衅的字眼，甚至没停步，就那么大摇大摆的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了，直到我的背影彻底消失，整片溪边依然没有任何声音。沈小棠看着林峰消失的方向，又想起中午自己啃的酸青果，眼眶一红，差点没哭出来。赵雅把手里最后一点溪水送进嘴里，表情复杂的没法看。刚才她的目光一直追着那几只野鸡，喉咙不自觉的吞咽了好几次。林诗音揉了揉太阳穴，半晌悠悠的来了一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林峰回到营地，4只野鸡往地上一摆，开始琢磨怎么处理。挨个打量了一圈，最肥的那只被他挑了出来，剩下3只用藤条拴在洞里，先养着，以后慢慢吃。大约20分钟，一只光溜溜的白条鸡总算拾掇出来了。处理完毕，林峰掂了掂手里这只鸡，去了毛去了内脏，少说还有2斤半，一个人吃撑绰有余。林峰拎着鸡往下坡走了一段，到了能望见海面的位置，礁石边有个浅水洼，海水被太阳晒得微温，整只鸡被我按进去泡着10分钟，海水的盐度大概在3.5%左右，泡太久会吐咸，10分钟刚好，表层肉能渗进去一点咸味，里面还是清淡的，吃起来有层次。泡好拎回营地，削了根粗木棍穿透鸡身，架到火堆上方，太阳一点点往西沉，鸡皮的颜色也跟着变，从惨白到浅黄，又从浅黄一路变成油亮的金棕色，表面开始往外冒油珠子，一颗一颗凝出来，挂不住了就顺着鸡身往下淌，滴进炭火里，滋的响一声，腾起一小股白烟，肉香浓得发腻。林峰把烤鸡从架子上取下来，放在一片芭蕉叶上，先撕鸡腿，一口下去，眼睛都眯了起来，大口撕扯着鸡肉，时不时摘几颗葡萄往嘴里塞，酸甜的汁水正好解腻。吃到半只的时候又剥了根香蕉，果肉软糯香甜，当饭后甜点刚好。30多米外，那群女人转来转去，在林峰的营地另一侧找到了几个类似的岩壁凹洞，这几个洞没有我那个好，前面缺了块大石头挡风，晚上肯定要灌进来不少凉气。但再怎么说三面有壁，顶上有遮挡，比露天躺着强太多。18个人分散着挤进去，总算有了个像样的窝。晚饭也比中午进步了，下午有人在附近找到了几丛食用菌，架在火上烤了烤，味道还挺鲜。果子也找了一堆相对成熟的，酸味没那么冲，起码能咽下去。其实这片区域可食用的植物不算少，但这群人压根不认识几样，10个果子里能确定无毒的顶多2、3个，剩下的谁也不敢赌命去尝。苏微微啃着一颗山莓，酸的五官皱成一团，正要说点什么安慰自己的话，风向变了，一股浓的肉香顺着晚风飘了过来，不是昨晚那种烤鱼的味道，这股更醇厚，鸡肉的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后那种焦香，混着咸鲜味往人鼻孔里钻。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啃果子的忘了咬，嚼蘑菇的忘了嚼，连正在往火堆里添柴的人都僵在那个姿势不动。2个山洞之间距离不过30来米，中间也没什么高大的植被遮挡，他们只需要转头就能看到我正抱着一整只金黄的烤鸡大口大口的撕扯，光是那堆水果就已经秒杀了他们的全部晚餐。赵雅低头看了看掌心里那颗酸涩的山莓，又抬头看了看30米外那只油光锃亮的烤鸡，把山莓末放回嘴里嚼了2下，嘴里发苦。方小曼把啃了一半的果子摔地上，咬牙挤出一句：“那么大一只鸡，他一个人吃得完？就不能？”他卡住了，把后面那几个字硬吞回去，因为是他们把人赶走。苏微微难得没接茬，盯着我那边看了半天，目光落在他身旁那几挂香蕉和葡萄上，越看越想不通，他到底从哪弄来的这些东西？香蕉、葡萄、鸡，我们找了一天，连根像样的果子都摘不到几个。对啊，我下午跑了那么远，看到的全是叫不上名字的野草，一颗水果都没有。沈小棠眼珠子一转，冒出一句：“要不明天他出去找东西的时候，我们悄悄跟着。”好几个人同时抬起头。对啊，他们找不到食物，可我能找到，只要跟着我看我去哪摘果子，去哪抓鸡，那不就等于找到了食物来源？不用求他，不用低头，不用看他那张欠揍的脸，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秦岚放下手里的东西，当场拍板：“好，就这么办。明天林峰一出发，咱们就派人跟上去。”天刚亮，女人营地就躁动起来。秦岚一拍手，安排分工：打水的打水，采果子的采果子，各归各位。而今天最重要的一组跟踪小队，由周婷带队，方小曼、林诺和夏时宁3人配合。天没全亮就猫在灌木丛后面，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30多米外那个岩壁营地。然后他们等了整2个半小时，太阳都升到头顶了，我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婷蹲的腿都麻了，换了3回姿势，最后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揉着发酸的小腿肚子。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总算醒了。林峰伸了个懒腰，慢吞吞的坐起来，然后这帮人就眼睁看着林峰取出昨天剩下的半只烤鸡，不紧不慢的撕扯着吃，中间还配了几根香蕉和一小串葡萄。4个人的肚子几乎同时叫了。周婷把一颗酸涩的山莓使劲塞进嘴里，嚼得咬牙切齿。方小曼干脆别过头不看了，看一眼难受一分。林峰站起身，活动了几下肩膀，迈步走出营地，4双眼睛齐刷跟上。结果这人就在营地周围20-30米的范围内溜达了一圈，扯了一大把不知名的藤蔓，又回去了。就这，他到底在磨蹭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去找东西？林诺靠在旁边叹了口气，蜜色皮肤上挂着几滴汗珠，一头卷发散在肩上，蓬头垢面也挡不住那张混血脸的异域风情。人家存粮多呗，4只鸡加一堆水果，够他吃1周了。哪像咱们顿顿吃不饱，还得起早贪黑。真的，这日子没法过了。有存粮了不起啊，有存粮就能在家里搓藤条玩。他好像不是在玩，像是在编什么东西，看着像网，
应该是抓东西做准备吧。说话的是夏时宁，是某所知名大学的校。方小曼反应过来，抓鸡用的，那我们也得有网啊。周婷一拍大腿，当即回头随手一指夏时宁，你去周围收集点藤蔓，咱们野边不能落后于他。就我一个人去吗？南城还要我陪着你。夏时宁闷闷地哦了一声，起身往灌木丛里钻，连委屈都不敢表现得太明显。十几分钟后，夏时宁抱着一大把藤蔓回来，手臂上多了好几道红痕。1个多小时后，4个人各自捧着自己的作品面相觑。周婷手里那张网，网格最小的拳头大，最大的能钻进去一条狗，先凑合用吧。周婷干巴巴地说了一句。准备完毕后，林峰收起渔网，又从营地角落的阴凉处取出一片芭蕉叶包裹的东西，塞进腰间，起身出了营地。4人精神一振，连忙跟上。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峰没有往密林深处走，而是顺着下坡路径直朝海边去了。海边，方小曼愣了。4人跟到礁石群附近，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林峰选了一片齐腰深的礁石湾，先把网摊开平铺在水下，4脚用石头压住，然后打开那片芭蕉叶，把里面的东西撒进网中央。昨天杀鸡留下的内脏，海水里腥味散得快，不到5分钟就有鱼群循着味道凑过来。先是几条小的试探着进了网的范围，银白色的鱼身在浅水里翻滚，更多的鱼聚过来抢食。林峰等鱼群聚得差不多了，一把拉起渔网，第一网也网上来4条，每条都有2、3斤重，在网里活蹦乱跳。周婷不甘心，都跟到这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他一咬牙，抱着自己那张勉强叫网的东西，走到旁边另一片浅水区，学着林峰的样子铺开压住，然后就这么干等。没有鸡内脏当诱饵，鱼凭什么往你网里钻？1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网里连条虾米的影子都没有。林峰收起网，看着岸边石坑里扑腾的8条大鱼，开始处理战利品。哟，这么巧，你们也来抓鱼啊？加油哦！说完也不等回应，拎着战利品大摇大摆地走了。中午，所有人回营地会合，跟踪组空手而归，采集组带回2捧蘑菇和10几颗果子，江月组扛回3捆干柴。负责打水的赵雅那个4人组倒是带回了6个野芋头，那玩意儿能顶饱，是碳水。赵雅把芋头往地上一放，2条长腿上全是灌木瓜的红痕。沈小棠更惨，整个人瘫地上，小脸上糊着汗渍和泥点子。就这些了，那片坡地就长了这几个，全刨干净了，辛苦了，先歇着。赵雅灌了2口水，缓过来一口，看看围过来的人，开口问了句：芋头怎么分？苏微微从人群后面走过来，扫一眼地上那6个芋头，又数数人头，答案脱口而出：平分呗，18个人，6个芋头，3人吃1个。赵雅抬起头，看看苏微微干净的手，没一道划痕的小臂，裤腿上连泥点子都没沾到，又看看周婷和方小曼，跟踪组那2位，同样干干净净，脸上甚至还有一丝无聊后的倦意。3人吃1个，对啊，公平合理啊。你有意见？当然有。你们上午干什么去了？你们1上午的时间，连1根香蕉都没弄到手。还不是那个林峰，今天只去海边捕鱼，根本就没去找水果啊！为了取水，我们4个人在丛林里走了2小时，烂泥地里刨了1个多小时，手都快磨出血了。而你们就在海边闲了1上午，我那份跟你们一样多。赵雅，几个芋头而已，至于吗？大家都饿着，你这样搞是什么意思？赵雅转过头看向林诺，同样是模特圈的，名气不如赵雅，平时就爱跟他对着干。林诺，你上午也在跟踪组吧？你也没干活，你也好意思在这说话？我就问你一句，你打算怎么办？抱着你的芋头不撒手？行啊，赵雅，你不想平分也行，芋头你拿走，多少个都归你。生啃。虽然赵雅不懂那么多名词，但她至少知道芋头不能生吃，而这座岛上唯一的火源就在苏微微和林峰那里，所以大家一起分，不好吗？赵雅牙咬得咯吱响，沈小棠在身后又扯了下她的衣角，力气比刚才大了些。赵雅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一个字：分。芋头被架到火上烤熟，掰开来分。苏微微负责分配，给自己和陈瑶、周婷、方小曼的那份明显厚了一圈。赵雅接过属于自己的那小块，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但没人敢帮她说话，说了明天不给你点火，点口热食都吃不上。赵雅蹲在角落，把那点芋头塞进嘴里嚼了2下，一点淀粉的甜味在舌根上一闪而过，然后就没了，肚子叫得更凶了。我的岩壁营地上方，一股浓白烟稳稳地升着，跟正常篝火的青烟不一样，被微风拉成一条斜线。8条熏鱼，加上3只活鸡，再加上一堆水果，就算连着下一个星期的雨出不了门，也饿不着。我把香蕉皮扔进火堆边，拍拍手，开始琢磨明天要弄些什么。夜幕降临，赵雅躺在岩壁角落的干叶子堆上，身边是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她睡不着。冷和饿只占了小部分，主要还是白天那件事。她伸手摸摸短裙里层的口袋，指尖碰到一颗小小的硬东西，牛肉粒，最后一颗了。白天苏微微最后看她的那个眼神，她记得清清楚楚，是笑着的，但眼底是冷的。那女人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今天赵雅当着10几个人的面跟她叫板，哪怕最后认了怂，那也是当众下了她面子。分芋头只是个开始，以后呢？明天分果子的时候，是不是就该不小心少给她一块了？后天安排活的时候，是不是又把最远最累的差事塞给她？赵雅盯着头顶黑漆漆的岩壁，手指摩挲着口袋里那颗硬邦邦的牛肉粒，以后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阵夜风拐过岩壁，裹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烟熏咸香飘过来，是我那边的熏鱼味。她侧过头，目光穿过夜色，盯着30米外那团还在闷烧的暗红火光。林峰今天醒得早，签到，体质+1，攥了拳，力量感越来越清晰了。早饭随便对付，2根香蕉，1串葡萄，外加半条
烤鱼，把最后一块鱼塞进嘴里，站起身拍了拍手。今天不打猎不摘果，干正事。林峰先往海边走，沙滩上空荡荡的。我在这片区域选了个位置，蹲下来用手刨坑，一连挖了4个方形浅坑，坑底铺上提前摘好的大芭蕉叶，叶面光滑不渗水，天然的防水层。然林峰走到海边，用另一片对折的芭蕉叶兜了海水，来回跑了几趟，把4个坑都灌满。阳光毒辣，顶多2天就能蒸干，留下白花花的盐结晶。盐搞定，接下来剩一件更大的事。来岛上快5天了，顿顿吃烤的，烤鱼、烤鸡、烤蘑菇，再好吃也腻。林峰现在最想喝一口热汤，哪怕是清水煮蘑菇呢，也比干啃强1万倍。而且有了陶罐，就能煮东西、存水、熬汤，甚至以后发酵酿酒。但烧陶的前提是找到合适的粘土，普通泥土不行，沙含量太高，一烧就裂。林峰回到营地，拎上昨天编好的备用渔网，正好当运输工具，然后朝小溪方向走去。溪边，林峰沿着水流往上游走了一段，在一处溪水冲刷出的内湾岸壁前停下脚。他蹲下身，手指插进水下的泥层，系统标注跳了出来，优质高岭土，含沙率低于5%，适合制陶，建议取深层土，杂质更少。就是这儿了，便开始一把一把的往外挖粘土。挖了还没2分钟，身后传来脚步声。林峰回头一看，4个女人顺着溪流走过来，打头的是赵雅，手里拎着几片卷成桶状的洋芋叶，这是他们的水桶。身后跟着沈小棠和另外2个女生。这条溪是岛上目前已知的唯一淡水源，双方撞上只是时间问题。赵雅倒是大方，主动抬手打了个招呼。好巧啊，在这里碰上了。林峰嗯了一声，便没再看他，拎起网兜往上游走了20来米，彻底从这几人的视线里消失。赵雅没有放弃，提步跟了上去。他看见林峰已经重新蹲下，换了个位置继续挖。林峰被那道视线盯得后颈发毛，他停下手，头也没抬。你不去干你的活，在这里看着我干什么？我能帮你干活吗？用劳动换食物行不行？你缺不缺人手？你挖这些泥巴干什么？吃饱了撑的，闲得慌，出来消食不行。赵雅考虑到自己在队伍里的处境，他还是没有转头就走，撸起袖子往前走了一步。我帮你。话没说完，林峰已经抄起网兜站了起来，冲了冲手上的泥。不用，2个字飘在风里，人已经绕过树丛不见了。赵雅的手还保持着要蹲下的姿势，直到沈小棠的呼唤响起，他才慢慢收回手，重重叹了口气。秦岚站在火堆旁，从今天起，跟踪小队解散，编入采集组和取水组。苏微微第一个跳出来，揽过周婷和方小曼的肩膀。正好，我们组缺人手呢。林诺脸色一变，他转头看向苏微微。苏微微虽然注意到，但压根不做理会。采集组活清，就在营地周围转，摘果子、捡蘑菇、挖野菜。取水组要往密林深处走2个小时，带水回来累得半死。林诺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没吭声。午饭照旧，野果、烤蘑菇，一些不知名的野菜。苏微微分配食物的时候，赵雅盯着自己那份，开口提醒：我的少了。你那份怎么没少？今天总共就这么多，东西少了当然分得少。而且我负责生火分配管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赵雅小姐，你有意见？赵雅把这些表情收进眼底，弯腰端起自己那份食物，转身走开了。深夜，火堆暗了下去，赵雅睁着眼睛躺在外侧，身边传来沈小棠咀嚼的动静。她转过头，低声问了句：“还有多少？”沈小棠侧过身，犹豫了一下，把那只粉色小挎包打开，凑过来，借着余烬的红光，赵雅看得很清楚，里面只有几根彩色小皮筋，2枚发卡，2双未开封的白丝，1粒牛肉粒都没有了。2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赵雅翻了个身，面朝外侧躺下。不知过了多久，风向变了，一股肉香飘了过来，赵雅的肚子又叫了。过了一会儿，赵雅自嘲一笑，坐起身来。干嘛去？起夜。但他迈出的方向不是树丛后面的那片厕所区，而是30米外那团还在烧得正旺的林峰的方向。陶罐的制作要比林峰想象中麻烦得多。一整个下午，林峰就在营地里和泥巴较劲，粘土在他手里摔了又揉，揉了又摔，直到确定内部再没有一点气泡，他才上手开始做陶罐。手感这东西练着练着就有了。林峰越做越顺手，虽然离精美差得远，但能用这个标准算是勉强合格了。等到太阳完全落下的时候，林峰面前的石板上已经摆了一排劳动成果：3个大小不一的陶罐，2个椭圆形的陶盆，4个碗，以及2个带把手的锅，一字排开。只不过现在还不能用，生坯得先晾干，最后才能再架到火上慢慢的烧制。林峰把10几件陶坯小心的排在岩壁内侧最干燥的位置，顺便用芭蕉叶盖好防灰，这才直起腰来。直到听到自己的肚子叫了一声，林峰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晚饭。就在这时，林峰的余光里忽然捕捉到一个人影，人影越走越近，借着火光，对方的容貌逐渐清晰，是赵雅。他走到营地边缘就不动了，站在火光刚好能照到的地方。林峰皱了皱眉：你怎么又来了？有话快说，没话回去睡觉。苏微微针对我。最累的活全分给我，今天中午我就分了3个野果和2个蘑菇，下午又走了2个多小时去取水，回来的时候腿都快软了。我真的好饿。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其他17个人都没能从我这里要到一口吃的，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趁我还没发火，滚远点！赵雅咬了咬下唇，盯着那只仅有几步之遥的烤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今天一定要吃到肉，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你能给我吃的，只要不突破我的底线，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林峰猛地站起来，赵雅被他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他就看着林峰绕着营地转了一整圈，结果一个人影都没有。林峰挠了挠后脑勺，站在原地愣了2秒，是我想多了。他转身回来，
紧接着他就起身去火堆旁准备自己的晚饭，那股子兴致也没了。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再空着肚子回去，明天苏微微还会变本加厉，她的体力在一天天往下掉，再这么饿下去，用不了几天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赵雅盯着林峰从自己身边往回走的身影，牙一咬，豁出去，她扑了过去，双臂环住林峰的脖子，嘴唇狠狠地亲了上去。察觉到赵雅的动作，林峰第一反应是推开她，但手才刚按到对方肩膀，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都他妈到这个份上，我要是还把人往外推，还算是个屁的男人。赵雅本能的想往后退，后脑勺那只大手却按得她动弹不得。林峰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手掌搂住赵雅腰的那一下就有了感觉，纤细匀称，没一点赘肉，腰肢被握住，赵雅双腿就软了下去，1米7、8的个子几乎整个挂在了林峰身上。5分钟后，赵雅捧着小半只烤鸡坐在篝火旁，大口的撕扯，油脂顺着手指流到手背上，她也顾不上擦，嘴里塞得满满当当，还一个劲往里填。这是赵雅上岛以来头一次碰到荤腥，味道比那些酸涩野果好上百倍，就不用提了。以前为了维持身材，她每一顿食物几乎精确到克，上岛之后更是每一刻都在煎熬肚子。吃上林峰烤鸡的这一口，她才知道原来吃饱是这么令人幸福的一件事。瞥了一眼赵雅的吃相，林峰一脸嫌弃扭过头，你慢点吃行不行？还是个超模呢，我看跟饿死鬼差不多。赵雅用力把嘴里的鸡肉咽下去，开口道，我是真的饿呀，你根本想象不到饿的胃痛是什么滋味。林峰毫不留情回了一句，活该。赵雅愣了一下，随后继续埋头吃鸡，管他是不是活该，先填饱肚子再说。不得不说，赵雅真是饿坏了，小半只鸡被她吃得干干净净，鸡骨头上连一点肉丝都不剩，手指上的油渍都挨个嗦了一遍，10根手指被舔得锃亮，她才靠在石壁上满足地吐出一口气。活了20多年，从没觉得半只烤鸡能让人幸福成这样。赵雅打了个饱嗝，偷偷瞄了林峰一眼，还好，他只顾着吃香蕉，根本没发现。赵雅一下坐直了身体，目光锁在林峰身边那堆水果上，黄澄澄的香蕉，紫的发黑的大葡萄，火光照射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肚子已经饱了，但大脑发来了嘴馋的信号，有饭后水果为什么不吃？赵雅眼神亮了，手脚并用的凑过去，我也想吃。林峰转头看了他一眼，摇头，我水果也不多了，下次吧。赵雅又气又急，恶狠狠瞪了他一眼，瞪完之后目光又不受控制的转回那堆水果上。我现在就要吃，给我要吃。林峰无语，但还是扯下2根香蕉，又掐了小半串葡萄递过去。赵雅顿时喜笑颜开，接过来捏了一颗葡萄放进嘴里，闭上眼仔细品尝，甜多汁，果肉饱满。女人营地里那些酸果子跟这一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她一连往嘴里塞了4、5颗，脸上全是满足。这才是生活啊！以前那几天自己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大方点嘛，多给点呗。吃饱了吧？既然吃饱了，那就滚蛋吧。你说什么？你不让我留下来吗？怎么？亲了一口，让我摸了几下，都觉得我会一直养着你了？听到这话，赵雅愣了一会。要是让苏微微那群女人知道自己不仅大半夜跑到这儿吃了肉，还被占了便宜，那后果……你不能这样，你可是把我那样了。让我留下来，我能帮你干活，帮你打水，帮你采水果。就你干的那点鸡毛蒜皮的活计，我顺手就能搞定。可你每天要吃的口粮可是实打实的一个人的量，这买卖不划算。赵雅还是认栽了，起码今天晚上填饱肚子了，甚至还吃上肉了。再闹下去，除了更加丢脸，没有任何用处。那我以后还能来吗？那当然是随时欢迎啊。赵雅看着那张笑脸，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她把剩下的几粒葡萄和2根香蕉拿在手里，1步3回头的走了。次日清晨，林峰照例签到，体质加1，随便吃了条烤鱼，配几个山枇杷对付一顿后，便溜达到了海边去看昨天挖的盐坑。4个芭蕉叶坑里的海水已经少了快一半，边缘能够隐约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痕迹。太阳足够毒，水分蒸发的速度比预想中的要快。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再有1天半就能得到最初的盐结晶了。林峰心情大好，回营地为了喂鸡，简单收拾了一下，带上渔网就准备朝着那片世外桃源出发。这2天水果消耗的厉害，这次去的多带点回来囤着。野鸡的话，这次运气不一定会像上次那么好，只能碰碰运气。要实在抓不到，只能设下些陷阱，隔天再去看看了。但是临走之前，林峰看了看自己洞里的物资，尤其是那2只正在啄食的野鸡，陷入了沉思。最终为了免得家里遭贼，他还是费了点力气，滚动着门口那块大石头把洞口给堵上。与此同时，女人营地内，所有人围成一圈，苏微微面前摆着几把野菜和10来颗果，这是昨日特意预留下来，第2天一早当做早餐的。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人开口，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咱们采集组每天都是聚在一起行动，搜索区物根本不够大家填饱肚子的，有时候甚至连半饱都做不到。你有什么想法？咱们现在基本上都在围绕着营地周围转，但食物肯定是越远越多。我提议分出1支2队，往更远的地方探索。苏微微想了想，这话确实有道理。听到秦岚和陈瑶都支持，苏微微也点了点头。另外，我再给你配几个人，林大哥后，不如你跟着柳霜一起去探索如何？但在场的谁都清楚，他这是公报私仇。前几天林诗音当众和苏微微吵架的事儿，他现在要算账。林诗音捏了捏拳，最终只能冷冷地嗯了一句：“温若晴，你也去。”这是个众人公认的没什么心眼的姑娘，整天乐呵呵的，嘴甜话多。但她犯了一个苏微微绝对不能原谅的错误，她是林诗音的小迷妹，天天围着林诗音转。被点到名字，温若晴先是愣了下，随后不到1秒就重新挂上那副傻乐呵。好啊，我一定多摘些果子，保证大家都填饱肚子。苏微微在心里不屑地撇嘴，随后把目光转向打水组。一晚过去，这赵雅的气色怎么好了这么多？苏微微盯着赵雅看了好几秒。看什么看？我脸上长花了。行吧，
快饿死的人还有这么大火气？苏薇随即把注意力转向打水组那边，视线落在2个长相差不多的女生身上。白芷、白芍，你们俩也加入柳霜的采集2队。太好了，妹妹，以后我们就不用天跑那么远提水了。是呢，姐，咱们以后不用那么累了。林诺有些坐不住了。薇薇姐，为什么不把我也调过去？我也可以的。怎么，你有意见？没有。把林诺留在打水组，他自有打算。这女人一向跟赵雅不对付，留着她每天在赵雅眼前晃悠找茬，可比自己亲自出手省事多了。半小时后，打水组4人出发，赵雅、沈小棠、林诺、夏时宁，每人手里拎着芋头叶卷成的简易水桶，朝小溪方向走去。林诺走在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他一路上嘴就没闲着，话题全冲着赵雅去的。赵雅，你能不能走快点，跟个乌龟爬似的？哟，是不是快饿晕了？走路打飘，看着就剩一口气了。活该，谁让你非跟薇薇姐作对呢？最后他干脆不看赵雅，甩了甩卷发，叫上旁边的夏时宁，走，别管那俩慢吞吞的家伙了。赵雅等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这才放慢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沈小棠。小姑娘正扶着一棵树喘气，嘴唇干裂发白，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赵雅姐，我没事，就是有些累，歇就好了。虽然这丫头一直在偷吃私藏的牛肉力撑着，但那点东西一颗也就指甲盖大小，热量根本不够一个成年女性消耗的，更别提每天还要跟着打水组来回跑几个小时。沈小棠强撑着走了几步，膝盖突然一软，赵雅赶紧上前一步扶住她的胳膊。大热天的，沈小棠居然手脚冰凉，这怕是低血糖了。赵雅抬头朝四周扫了一圈，确认林诺和夏时宁已经走远了，看不到这边。她伸手把卷成桶状的芋头叶水桶展开，露出内壁和外壁之间的夹层，那里面塞着2根微发软的香蕉，还有4颗紫黑葡萄。昨晚从林峰那里带回来，本来是想留着自己偷吃的，但看着沈小棠这副随时能倒下的样子，把东西往沈小棠怀里一塞，给，快点吃，别磨蹭。沈小棠看着怀里的香蕉和葡萄，甚至都以为自己饿出了幻觉。这是小点声，要吃就赶紧吃。等到赵雅松开手掌后，那4颗葡萄才被她用颤抖的手掌一股脑塞进嘴里，紧接着就剥开一根香蕉，大口咬了下去。赵雅看着沈小棠吃得满脸泪花，心里头却在滴血，这可是自己被林峰那个混蛋占了便宜才换回来的水果，尤其是那2根香蕉，自己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全便宜这个小丫头。沈小棠伸出手把香蕉递到赵雅面前，赵雅姐，你也吃。赵雅转过头看着递到自己眼前的香蕉，心里总算是舒服了一些，算你这丫头还有点良心，没白喂你。她摇了摇头，把沈小棠的手推了回去，我不饿，你自己吃。赵雅姐，这些东西是从林峰那里得到的吧？你是用什么方法从林峰手里换到香蕉的？我会替你保密的，就算是死，我也绝对不会出卖你。赵雅转过头，对上沈小棠那满是严肃的眼睛，心里倒是逐渐放松下来。哼，你最好说到做到。说罢，赵雅抬步先一步向前走去，脚步明显轻快不少。赵雅姐，你等等我呀！另一边，采集2队已经走出营地周围。柳霜判断没错，越往外走，植被越茂密，可食用的食物也逐渐变多了。温若晴蹲在一丛矮树前，把成熟的浆果一颗颗摘下来抱进怀里。等到柳霜和白芷姐妹走远了些，林诗音才凑到温若晴身边，压低声音开口：“你呀，就是太傻了。苏薇薇明摆着是因为我的原因，连带着把你也给针对上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能跟林姐姐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呀。你再这么单纯，早晚要吃大亏。不过林姐姐，我觉得咱们得趁早脱离苏薇薇，去投靠林峰。苏薇薇不过是仗着手里有打火机才作不作为，其他人不敢反抗她，原因就在这里。真正心甘情愿跟她混的也就周婷和方小曼2个蠢货。再看看林峰那边，不管他是有打火机还是有别的办法，反正从第一天起他就没缺过火。光这一点，苏薇薇就不占优势。而苏薇薇唯一那么一点优势，也就是人多了。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18张嘴，每天消耗的食物太恐怖了。大家每天拼扭着，最后连半饱都混不上。可林峰一个人出去1天就能搞到4只一大堆水果，那个量要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算，都够吃1个星期了。更别说我昨天还看到他在海边晒盐，在营地做陶罐，在生存能力这方面，他强过我们这个团体太多了。时间越往后拖，对我们就越不利。直到最后，这些女人的结果只有2种，要么饿死，要么向林峰摇尾乞怜。温若晴的话虽然难听，林诗音却知道这是事实。林峰已经开始为生活质量做准备了，熏鱼、晒盐、烧陶罐，而他们这边10几个人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双方的生活质量已经明显不是一个档次。按照温若晴描述的画面，这群人分崩离析，去求林峰收留也只是早晚的问题。林姐姐，你看看赵雅现在的处境，苏薇薇摆明了是在拿她立威，那点食物连维持基础体力都不够。她一个大高个怎么扛得住？赵雅要是不傻，迟早会去接触林峰的。到时候哪怕林峰提出再过分的条件，为了活命她也会答应。一旦赵雅被林峰收留，在剩下的人里，谁会成为苏薇薇的下一个靶子？这几天和苏薇薇有过矛盾的，除了赵雅就是林诗音。如果赵雅脱离了队伍，苏薇薇要重新立威，矛头必然对准她林诗音。可是我们第1天就支持把林峰赶走，他对这件事明显耿耿于怀。现在我们想去投靠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就是拉不下脸吗？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想办法尽快加入林峰那边，越早越好。真等这群女人饿到发疯，活
或者苏薇薇那个纸糊的同盟彻底崩溃时，一大帮女也乌泱乌泱的跑去求林峰收留，到时候我们再想凑过去，注定要被先加入的踩在脚下当狗使唤。既然结局都已经注定了，我们何不先一步抢占位置？可是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说我们为了2口吃的连脸都不要了。如果林峰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让我跪下给他道歉就能收留我，我恨不得当场给他磕一个。让我考虑考虑吧。刘姐姐，白芷姐姐，你看我摘了好多的果子呀。大家晚上见了一定会很开心的。另一边，微风拂过山谷，林峰今天运气的不如上次，那群野鸡没来觅食，但他此刻非但没有失望，反而两眼放光，因为翻过一道缓坡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面积不小的竹林，这可是真正的宝贝。在荒野求生的价值体系里，竹子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一顿现成的烤肉。有了这玩意儿，他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林峰干劲十足，手头没有砍柴刀，没法对那些粗竹子下手，他只能找了几块边缘锋利的石头，对着几根手腕粗细的稍小竹子开始砸。他一连砸了好几根，跟在地上码得整整齐齐的。随后，他又利用藤蔓就在竹林边缘和野鸡出没的空地附近，一口气下了3个弹性吊套陷阱。忙完这些，林峰顺手摘了几挂黄澄澄的香蕉和一堆紫黑色的葡萄，用网兜背起，兴冲冲地往营地方向赶。回去熬盐，喝口热乎的汤。那只兔子最终还是死了。苏薇薇转头看向众人，谁来处理？10几双眼睛互相对视一眼，又看了看地上的尸体，谁都没敢上前一步。最后还是柳霜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包揽在自己身上。最后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只瘦得可怜的白条兔。方小曼瞪大眼睛，就这点肉？这兔子伤了条腿，本就觅食不方便，不然也不至于被我们抓住。有的吃就不错了。把兔子架到火上烤的时候，苏薇薇负责拿叶子刷海水，一边烤一边刷，烤了好久。沈小棠站在不远处，小脸渐渐地皱了起来。这和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待到兔肉熟透，苏薇薇亲自主刀分配，把烤好的兔子用食片一道道划开。大家尝到第一口肉的时候，差点没被腥味恶心的当场吐出来。但不管这口味多么淡，肉质多么腥柴，在断粮的恐惧面前，这东西依然是续命的良药。你们看，我就说嘛，咱们自己也能吃上肉的，不靠林峰。我们靠自己也完全行的吗？就是这个理，靠人不如靠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不远处的林诗音把这一幕尽收眼底，要是换作半天前，他恐怕也会认为温若晴是在为众人鼓舞打气。可现在嘛，什么靠自己，不就是把这帮人的心往回拢，降低他们动去找林峰念头的可能性吗？就在苏薇薇还在享受温若晴带来的虚荣感时，一股醇厚的鲜香顺着树林里的风，毫无征兆地灌进了女人营地。只闻了一口，所有人手里的动作全都停住了。白芷猛地一吸，这是什么味道？是鱼汤，而且汤里面绝对加了足量的盐，只有盐才能把鱼的鲜味彻底激发出来。那个林峰居然都喝上热气腾腾的鲜鱼汤了，他能弄到盐，我们也能。明天我们也去海边晒盐，下次再抓到兔子，我们也能烤得好吃。想得到没？你以为兔子是天天能捡到的？今天是我们运气好撞上一只瘸腿的，但这片树林里哪有那么多瘸腿兔子给我们捡？方小曼被对得哑口无言，最后又是和事佬秦岚站出来打圆场。没有肉也没关系，明天我们多找些蘑菇和野菜，然后我们一起去溪边挖泥，试着做个陶罐出来。只要有了陶罐，有了盐，哪怕煮一锅蘑菇野菜汤，也比干嚼强得多。这个提议终于让众人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只有角落里的赵雅一言不发，她转过头，偷偷往林峰营地的方向瞥了一眼。今晚老娘也要喝鱼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正准备熬鱼汤的林峰遇到了点小问题，竹筒太小，这鱼根本就放不进去啊！没办法，林峰只能把鱼切成2指宽的小块，然后再分装进2个竹筒里，每个桶灌了7分满的山泉水，又扔了2片甲榉叶进去去腥。剩下的鱼快塞不进桶了，林峰也不浪费，直接用削好的竹签串起来，撒上那层薄薄的精盐，架到炭火上方。约莫过了10几分钟，2个竹筒里开始咕嘟咕嘟的冒泡，桶口往外翻涌的白气裹着一股浓郁的鲜香。低头一看，乳白色的汤汁在桶内翻滚，鱼肉块已经煮散了边缘。他端起竹筒，吹了2口气，试探着尝了一小口，鲜太他鲜了，这才是生活啊！就因为那么一点盐，把整条鱼骨头里的味道全逼出来。汤底有甲榉叶淡淡的腥香打底，入口先是淡淡的咸味，随后那鱼汤本身的鲜味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林峰仰头又灌了一大口，然后配着烤鱼串交替着吃，咸香的烤鱼配清鲜的热汤，简直不要让人太满足。他放下竹筒，看了看剩下的东西，还有1罐汤，3串烤鱼。他想了想，赵雅那女人今晚大概率还会来。林峰就把剩余的鱼汤和烤鱼往火堆旁一搁，拿片芭蕉叶盖住防灰，等着呗，反正也不亏。夜深了，就当林峰翻了个身，快要睡着的时候，外面却是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果然就发现了那个走路鬼鬼祟祟的身影。林峰闭上眼，继续装睡。那道身影停在林峰身边蹲下，伸出手摇了摇他的胳膊。林峰，快醒醒，我来了，还有没有鱼汤了？林峰撑起身子坐起来，伸了个懒腰，顺手拿起那剩下的那罐鱼汤，在赵雅面前轻轻晃了2下。赵雅的眼睛亮了，伸出手就要接过，但林峰却是把手给收了回去。赵雅愣了一下，怎么了？说实话，
昨天没尽兴。没尽兴，林峰，你别太过分了。那行吧，鱼汤我自己留着，明天热了喝。他说完就重新躺了下去，两只手枕在脑后，摆出一副慢走不送的架势。这可倒是把赵雅气得不行，但是他又拿林峰没有办法。你保证不能太过分。闻言，林峰立马从平躺的姿势坐起来。那必须的。赵雅深吸一口气，拿过鱼汤后就地坐下，同时2串凉透了的烤鱼也摆在他面前。赵雅一点都不客气，左手端头，右手捏串，仰起头就开始猛灌。汤入口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顿住了。虽然已经没有刚出锅时的滚烫了，但余温犹在，那股鲜味丝毫没有打折扣。比起白天那口腥的他差点吐出来的兔肉，这简直是称得上一顿佳肴。赵雅一口接一口的喝，鱼汤被咽下的声音在夜里清晰可闻。喝到一半，他又咬了口凉鱼块，凉了也好吃，肉质紧实，表面那层盐粒早就融进去，咸鲜味渗透到每一丝纤维里。我还以为你今天吃了兔肉就不来了呢。那破玩意儿也配叫肉？苏微微学你的方法，泡海水架在火上烤，结果烤出来的东西又腥又臭，搞得我差点当场吐了。兔肉本来就轻，跟鸡不一样，光靠海水压不住味儿，得拿香料把膻气顶开，再控好火候慢烤。往身后一倚，赵雅靠在林峰怀里。要是那兔子被你抵着就好了，起码不会做得那么难吃，我也能吃上2口。林峰想起今天在竹林边缘和野鸡觅食点附近布下的那3个陷阱，用的是弯竹的回弹力配合藤蔓活结，地上撒了碾碎的浆果当诱饵。要是运气好的话，明天去收，说不定还真能套到什么东西。兔子嘛，也不是不可能。你说什么？没什么，吃你的。不过你能不能轻点儿？我都没办法好好吃饭了。5分钟后，赵雅怀里抱着4根香蕉，1小串葡萄。按理说今天的收获比上次丰厚多了，她应该满足才对。可她一点都不开心，甚至觉得自己亏大了，因为林峰那混蛋到最后关头居然没忍住，直接张嘴咬了自己一口。所以赵雅只能用你必须给我补偿这个借口，硬是从林峰那里多敲诈出来几根香蕉和1串葡萄。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左侧的灌木后面冒了出来。温若晴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赵雅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呀？哇，香蕉还有葡萄，赵雅姐姐你从哪儿弄的呀？赵雅姐姐，你身上怎么有股鱼汤味儿？赵雅才刚从林峰那里回来，要是温若晴现在叫人，自己非得被抓个现行不可。姐姐你好厉害呀，居然能从林峰大哥那里弄到吃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呀？赵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盯着温若晴那张脸看了好几秒。赵雅没有解释，也没有否认，她直接从怀里抽出2根香蕉，递到温若晴面前，拿去吃。温若晴看着递到面前的香蕉，那双弯弯的眼睛眨了眨，没有伸手接。赵雅姐姐，你不用给我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真的，我绝对不会拿这件事去威胁你，更不会抢你的食物，你放心好了。说实话，赵雅拿不准这丫头是真傻还是装傻，但既然对方主动表了态，那就先信一回。你真的不会说出去？不会的，不会的，姐姐你就放心吧，我嘴巴可严了。赵雅最终还是把那2根香蕉塞进了他手里，拿着，吃完把皮买了。说完也不多停留，转身就快步朝营地走去。赵雅走后，林峰正在往火堆里添柴，结果没一会儿，他又听到一阵脚步声。他转过头就看见一个蝎子变的身影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小跑着朝他这边过来。林峰皱了皱眉，不是赵雅。林峰大哥，你还没睡啊？你半夜跑过来干嘛？我刚才起夜，看到赵雅姐姐从你这边回去的。林峰大哥，你是不是喜欢赵雅姐姐啊？不然为什么只给她一个人吃的？喜欢？你脑子里装的什么？可是你对她那么好。那叫好，我给她东西吃跟喜不喜欢有半毛钱关系。哎呀，那我误会了。说完了就回去吧。林峰，我换个问题，林诗音，单纯做和一个女人来看，你觉得怎么样？这下子林峰是真的有些懵了，他是真没想到这丫头会突然扯到林诗音身上，前后反差太大，大到林峰甚至怀疑面前站着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林诗音当然不错，那张脸那个身段放在哪儿都是极品。那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让她像赵雅一样主动跑过来给你解闷呢？最终的结果可能都一样，迟早的事儿，但我能让这个迟早变成很快。你想要什么？食物？温若晴摇了摇头。我和林诗音姐姐和苏微微彻底决裂的那天，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能收留我们2个就行。林峰靠在石壁上，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敲着肩膀。这丫头有意思，不要现在的好处，只要一张将来的船票，看起来亏，实际上精明的要死。他赌的是自己将来一定会称霸这座岛，而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他就已经预约了位置。他现在的付出成本是0，只需要动嘴皮子把林诗音推过来，空手套白狼啊！这是。林峰想了想，林诗音大哥后顶流，光是想象那张高冷的脸出现在自己面前低头的样子，就够让人兴奋。成交。我就知道林峰大哥是好人，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早饭时间，赵雅蹲在营地边缘，面前摆着今天的配料：2颗干瘪的浆果和2片烤焦的野菜叶子。她余光一直粘在温若晴身上，那丫头正坐在柳霜旁边，低头啃着自己那份果，眼睛弯弯的，时不时和白纸姐妹聊上2句，就跟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赵雅把那2颗干瘪果子塞进嘴里，不停地偷瞄苏微微的方向。苏微微正跟陈瑶说着什么，表情跟往常一模一样，除了陈瑶外，看谁都像是看自己的下属。要是温若晴真的去告密了，苏微微绝对不可能这么平静，以她那个性格，一定会当着所有人面把自己往死里踩。赵雅把目光收回来，
行吧，看起来这丫头确实没打算出卖自己。早饭结束，各小组开始出发干活。赵雅把嘴里最后那点野菜渣咽下去，起身跟着打水组往西边方向走。今晚还去不去？去，肯定得去。不去的话，就凭苏微微分给自己的这点东西，连维持基本体能都不够。赵雅姐，你走慢点儿。赵雅姐姐，你怎么了？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赵雅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她蹲下身，从芋头叶水桶的夹层里抽出今早特意留下来的存货，一根香蕉和一小把葡萄，想吃吗？赵雅姐，这又是从林峰那边来的吗？你先吃着，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我晚上会去林峰那里换食物，具体怎么换的，你不好奇吗？赵雅姐，想跟我说的话就说，不想说我也不问。行，那我直说了，林峰这个人，他其实不坏，就是无聊需要解闷，绝对没有发生什么过分的事情。赵雅姐，你受委屈了，我的意思是……沈小棠咬了咬下唇，小脑袋埋下去，好半天没说话。赵雅姐姐要陪我一起去，我不敢一个人。行，今晚我带你过去。林峰一大早就出了门，昨天在竹林附近下了3个弹性钓套陷阱，一晚上过去了，到底有没有收获？说实话，他心里没底。这种被动式陷阱能不能抓到东西，7分靠布置，3分靠运气。倒是随着体质逐渐加强，这段路林峰走的是越来越轻松了。远远的，林峰就看到那根被压弯的竹子已经弹直了，有戏！他加快脚步跑过去，果然，一只灰褐色的野鸡被藤蔓活结吊在半空，一条腿被紧勒住，翅膀扑腾的羽毛乱飞。林峰咧嘴一笑，一把掐住鸡脖子，利落的解下来。林峰用藤条绑住鸡脚，系在腰上，兴冲冲的往第2个陷阱赶。走近一看，竹子同样弹直了，地面上的诱饵也被吃得精光，藤蔓活结松垮的挂在半空。触发了，但没东西。林峰倒也没太在意，起身往第3个陷阱走。最后一个陷阱能抓住猎物最好，没抓住也无所谓，反正已经有一只野鸡保底了。那是一头鹿，一头亚成年的猎鹿，体型比成年的小了2圈，但也有60-70斤的样子。回过神来的林峰不敢再耽误，快速朝着猎鹿的方向冲了过去。他之前设这个陷阱的时候，最多也就想着能套只兔子或者野鸡，鹿他连想都没敢想，这可是整60-70斤的肉。林峰解开藤蔓，试着抬了一下，还真沉，但以他现在每日签到强化后的体质，扛起来倒也轻轻松松。林峰把鹿往肩上一搁，调转方向，扛着猎鹿就往回走。采集2队依旧是老样子，柳霜打头，白纸白勺跟在后面，温若晴和林诗音落在最后。等确认前面几人听不到这边的动静后，温若晴从腰后面抽出2根藏好的香蕉，塞到林诗音手里。吃吧，林姐。哪儿来的？林峰给的。林姐姐，你先吃，听我说。林诗音盯着那2根香蕉看了几秒，最终还是没忍住诱惑，剥开一根，小口咬下去。昨天我去找林峰，试探了一下他的态度，结果呢？林峰说他对你很感兴趣，他还点名说想见你。这2根香蕉就是他让我带给你的，我不方便一次拿出来，先藏在别的地方了。他想见我做什么？林姐姐先吃着吧，别想太多。对了，我昨晚去的时候碰上了从林峰那里回来的赵雅，看起来吃得挺饱的样子，脸色红润，步伐轻快。说完，那个背影就已经跑到了白纸姐妹身边，蹲下来帮着摘浆果。林诗音站在原地，赵雅已经在林峰那里吃上了。如果赵雅彻底投靠了林峰，苏微微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而到那时候，她要么饿死，要么就得跑去求林峰收留。到时候的待遇和地位能比现在主动过去好。她不是看不清现状，但林诗音一想到自己要去求林峰的场面，就觉得浑身别扭。她把剩下的香蕉快速塞进嘴里，不想了，先吃饱再说。中午，女人营地的气氛跟往常差不多，一群人围坐着啃果子嚼野菜，有气无力的。林诗音坐在边缘，看到旁边的赵雅，她的气色果然不错，若非温若晴提醒，她还真没注意，那女人确实在偷吃。就在这时，所有人的视线被同一个方向吸引了过去。林峰扛着那头鹿，从女人营地前方的小路上走过，那些人的眼睛也跟着他移动，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岩壁营地方向，整片区域依然没有人说话。他打到了一头鹿，那么大一头，够他吃多久啊？反正换作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敞开了吃，也够吃好几天吧。温若晴收回视线，转向林诗音，2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温若晴什么都没说，只是微挑了一下眉毛，那意思再清楚不过。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犹豫什么？林诗音低下头，盯着自己手掌心里那颗咬了一半的青果，又酸又涩，一点都不好吃。她闭上眼，深吐出一口气，然后把果子偷偷的扔了。就在今晚，鹿扛回来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热带、高温、高湿，这种环境下生肉暴露在空气中，12个小时就开始变质，24小时彻底发臭，60-70斤的肉要是处理不及时，全得烂掉。林峰转头看了一眼岩壁深处那排还在阴干的桃坯，别想了，那堆泥巴胚子就算现在干透，从烧制到能用最快也得1天。等陶罐做好，这头鹿早就臭得没法闻了，煮不了，炖不了，那就只剩一条路。烟熏腊肉，烟熏保存本身没什么难度，真正的问题在于盐。而他昨天辛辛苦苦从提纯到熬干，搞了一整个下午，总共才得了多少斤盐？撑死了2两。他没工夫坐这慢想，得马上行动。他拿起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对准竹子末端狠狠砸下去，咔嚓一声，竹管应声裂开一道豁口，扔下石头，双手扣住裂缝两端。
手臂肌肉向两边一发力，呲啦一阵脆响，整根竹子顺着纹理被他利落的生生撕成了两半，往火上一架，竹槽里灌满海水，底下烧，水烧开蒸发吸盐，比晒得快10倍不止，一口气劈了6根竹槽，全部架到火堆上方，火焰灼烧着竹底，海水很快就翻起了白沫，蒸汽裹得咸腥味往上冒，整个营地都笼在一层白雾里。第一步搞定了，等着粗盐吸出就行。但林峰不能干等，他转身回到猎鹿跟前，深吸一口气，分解剩下的纯肉大概40来斤。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黑了，林峰的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了，面前的芭蕉叶上铺满了切好的肉条，红白相间码得整齐齐。去看盐，6条竹草有4条已经完全蒸干了，底部结着厚厚一层灰白色的粗盐，剩下2条还剩点底，正在咕嘟冒泡。粗盐不能直接用，还得提纯，跟昨天一个流程。过了半个多钟头，第一批精盐终于出来了，沾了一点放嘴里尝尝，咸不苦，成了。他把精盐均匀的涂抹在切好的鹿肉条上，一层肉一层盐码在芭蕉叶上，但这批盐只够腌10来条肉，剩下的30多条还裸着呢。可林峰觉得自己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一整天高强度的劳作，即便有签到强化的体质打底，他现在也累得够呛。芭蕉叶上那一小堆肉山，林峰看着只感觉头皮发麻，更别提旁边那几根咕嘟冒泡，需要人盯着添柴的竹槽盐锅。再这么干下去，他整个人非得报废不可。林峰一屁股坐在地上，盯着那堆肉的时候，2道鬼祟的身影从林子边缘的阴影里探了出来，是赵雅和沈小棠。此刻的沈小棠整个人缩在赵雅身后，2只手揪着赵雅后腰的衣摆，脸埋得低得连头都不敢露。看清来人的那一刻，林峰的眼睛亮了，他发誓这是自打他流落荒岛以来见到赵雅最为开心的一次。在这个节骨眼上，2个现成的不要钱的极品劳动力，真不错，还知道带人来帮我干活，没白疼你。林峰一手抓住赵雅，一手拽住沈小棠，连拉带拽的就把2人往营地中间的肉堆旁拖。等等，你干嘛？干活啊！还没等赵雅反应过来，营地外围又响起一个声音：“林峰大哥！”林峰猛地回头，又来2个，整整4个免费劳动力。林峰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下子就算自己不用动手，今晚也能把所有的肉全部处理了。温若晴的目光扫过营地，在看到赵雅身边多出来的沈小棠时，主动冲赵雅和沈小棠打招呼。林诗音本以为这是温若晴安排好的私下接触，可谁能想到赵雅和沈小棠已经提前到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偷情被当场撞破。他根本不敢抬头看林峰的眼睛，尴尬的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我们可能来的不是时候，要不我们先回去吧。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别愣着了，全过来干活，熬盐、切肉、抹盐、看火，一个都别想跑。干完之后，烤肉自助，不限量，随便吃。林峰把条件抛出来，当着4个人的面，一个字的废话都没多说。林诗音后退的脚步立刻就停住，不限量，不限量。走走走，林姐，格局打开，干完就能吃肉，别浪费时间啦。沈小棠，走了，干活。林峰往岩壁上一靠，丢了颗葡萄到嘴里，舒坦的把4个人打量一遍。监工正式上任，不得不说，4个人和1个人完全是2个概念。赵雅和沈小棠来回跑了2趟，把竹槽里的盐水灌满，顺手把快要熄的火锅忘了。盐撒匀，每条都得抹到，不能有一面裸着。听到林峰的提醒，林诗音抓起一把盐往肉上狠狠抹去。大约1个多小时后，最后一块鹿肉条码上去了。行了，收工。说好的烤肉呢？林诗音直勾勾地盯着林峰。林峰笑了笑，已经在往火堆边走了。林峰把特意留出来的极品鹿背脊切成手指厚的薄片，一片片平铺到滚烫的石板上，油脂接触到石面，瞬间发出一声极其治愈的滋啦脆响，香气直接就冲出来了。林诗音站在旁边，喉咙不受控地动了一下。她对比了一下昨天那口腥膻的死兔肉，眼前林峰烤制的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温若晴把手里碾碎的野生野胡椒均匀地撒了上去，等一面焦了再翻，不然肉汁跑。林峰用细棍挑了点之前留下来的机油，对着每一片肉都薄薄涂了一层，翻面，香气更加浓郁，腾起一股白雾。好，熟了，可以吃了。林诗音夹起一片咬下去，眼神当场就变了。鹿肉比鸡肉更紧实，盐和野胡椒的味道渗进去，和肉本身的鲜叠在一起，真香。沈小棠只嚼了一口，立马夹第2块，烫得直呲牙，嘴上的动作却一点没耽误。赵雅更是没有客气，3两下就是一片肉下肚，如同饿狼扑食般再次伸出筷子。唯独温若晴是唯一一个没急着干饭的人，她夹起石板上一块烤得刚好的鹿肉，没往自己嘴里放，而是拿起来仔细吹了2下，转过身把那块肉举到林峰嘴边。林峰大哥，今天你辛苦了。林峰看着递到嘴边的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绝对是顶级绿茶，卷起来了是吧？老娘才是第一个开拓市场的，你个新来的想直接弯道超车。赵雅二话不说，数只筷子夹起一块鹿脊肉，吹了2下凑到林峰嘴巴的另一边。林峰，吃我的，我这块更嫩。林峰脑袋一歪，先一口咬住温若晴递过来的肉，再一扭头把赵雅筷子上的肉也给叼了过来。不错不错，都好吃。但林峰的手却比嘴巴诚实多了，左手极其自然地搂住了温若晴纤细的腰肢，右手也同样搂住赵雅的腰，左拥右抱，吃得不亦乐乎，手上的小动作也没停过，心里那叫一个爽。这他妈才是荒岛求生的正确打开方式。好几块肉下肚之后，林峰终于心满意足地呼出一口气。林诗音此刻正捏着一双树枝筷子，愣在原地。温若晴和赵雅那副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头位姿态，又看了看被2人夹在中间，满脸享受的林峰，大脑一片空白。我也要这样吗？跟他们一样去伺候他吃饭。最终饥饿战胜了尊严，林诗音红着脸夹起了一块鹿肉，动作很慢很笨拙，低着头就那么直愣愣地递了过去。林姐姐，你得快点习惯呀，不然以后吃肉
可就没你份了哦。整个营地只剩下沈小棠一个人吧唧吧唧的咀嚼声。终于，沈小棠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他嘴里还叼着半块鹿肉，费力的抬起头，茫然的眨了眨眼。你们看我干嘛？随后他冲着沈小棠勾了勾手指头。小棠，过来坐这儿。只要有肉吃，坐哪不是坐？他吧嗒吧嗒小跑过去，转身一屁股就坐下了。沈小棠往后一仰，把林峰结实的胳膊直接当靠背用，他整个人舒服服的靠了上去。下一秒，沈小棠鬼使神差的抬头凑了上去。当触碰到林峰嘴唇的那一刻，沈小棠的脑子一下子回过神，这是他的初吻。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任何想要逃离的想法。过了好一会唇，沈小棠整个人瘫在林峰怀里。那个天快亮了，行了，肉也吃饱了，活也干完了，你们3个也赶紧滚回去吧，别耽误老子睡觉。林诗音见状，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拍了拍胸口，刚转过身准备跟着温若晴离开，林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他微微低头，凑到林诗音的耳垂边。坏了我的好事，下次再跟你算账。林大哥后。林诗音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脸上的红润也褪去了，她甚至连头都不敢回，2条腿软的几乎站不住。温若晴见状，笑眯眯的走过来，极其自然的挽住了林诗音的手臂。林姐姐，我们走啦，林峰大哥要睡觉了呢。这荒岛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清晨，海风带着潮气往岩壁山洞里灌，凉飕飕的。周婷扶着后腰哼唧唧爬起来，脸上满身疲惫和怨气。哎呦，腰快断了！这破石头地根本不是人睡的，风吹了一整夜，脑壳疼得要死。微微姐，今天咱能多摘点甜果子吗？天天吃那酸不拉几的野果，胃都受不了了。大家安静一下。之前林峰一个人能用陶罐煮汤，说明烧陶熬汤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昨天晒盐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只等收获。今天我希望咱们全员动员，试着做几个陶罐出来。有了陶罐，有了盐，热汤就能喝上，生活神卦就提上来了。在海边折腾了大半天，全员动员的结果，3个歪歪扭扭、表面坑坑洼的粗糙泥罐。苏微微小心翼翼把这几个丑罐子捧到山洞深处最阴凉的位置放好，让它们慢慢阴干。苏微微拍了拍手上的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等罐子干了，就能烧制了。夜幕降临，周婷咽了口唾沫，一脸向往。等罐子烧好了，咱先煮个野生菌菇汤吧，味道肯定鲜。陈瑶拢了拢长发说道：我觉得还是先把水烧熟。最近一直喝生水，要是能再抓到一只兔子就好了。放罐里炖一锅兔肉汤，加点盐。天哪，光想口水都流出来了。与此同时，林峰也没睡，今天同样在忙陶罐的事。这几天阴干下来，之前做的那10几件陶坯已经彻底干透，表面干燥灰白，水分完全蒸发。林峰用一根削尖的粗竹子当铁锹，在营地旁一块泥土松软的空地上，卖力的在地上刨出了半米多深、1米多宽的土坑。坑烧法最原始的那种，没有专业窑炉，补坑能有效聚拢热量，同时防风，避免冷空气突然灌入把陶器炸裂。坑底铺了厚厚一层干柴，大小小的陶罐、陶盆、陶碗码放上去，中间用碎柴填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湿泥和绿草，只留几个通气孔，底部柴火点燃，火光在土坑里闷烧起来。烧窑是水磨功夫，火候不能断，今晚注定得一直守在坑边添柴。热浪滚滚的，林峰往火堆旁一坐，擦了把汗，感受着长夜慢慢的枯燥，真无聊啊！可偏偏今晚4个小娘们集体旷工了。一夜过去，坑烧的火堆已经彻底熄灭，只剩下一层厚的灰色草木灰。林峰拿竹竿拨开表面的灰烬，隔着开裂的覆土，底下泥罐那古朴的灰黑色边缘隐约可见。急不得，至少6个小时自然冷却。林峰拍了拍手上的灰，心情大好，拎起一串葡萄，边吃边往密林深处走。而此时，女人营地里，苏微微正带着周婷和方小曼得意洋洋地将前天在海边晒干的粗盐结晶带了回来。那是一小把泛着灰黄色，夹杂着沙粒和黑点的粗糙晶体。虽然卖相极差，但苏微微看那眼神跟看金子没区别。她把粗盐往营地中间的大石头上一搁，瞧，咱们自己晒出来的盐。那个微微姐，这只是海水直接晒干的粗盐，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锰和硫酸钙，直接吃不光苦涩，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堕液脱水。苏微微冷笑一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瞪着夏时宁，显摆你读过大学有文化是不是？林峰能吃，我们怎么就不能吃？在这岛上，能有盐调味就不错了。你爱吃不吃，少在这里妖言惑众。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事儿真多。微微姐，为了大家辛苦晒盐，你倒好，一上来就泼冷水。夏时宁，既然你这么懂，那你倒是说说这盐到底该怎么提纯？你现在就给我弄！我只知道理论需要用重结晶法，或者加入碳酸钠，还要用酸碱中和，最后用滤纸过滤。碳酸钠还滤纸？你做梦呢！在这破岛上，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这些化学试剂？你这不是废话吗？
江月什么都没说，但是心里在想着，我们必须尽快脱离这个团体。另一边，密林深处的潮湿地带，林峰正蹲在树根旁，采摘着一朵朵金黄水嫩的机油菌。前方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落叶摩擦声，立刻猫着腰潜入了旁边齐腰深的蕨类灌木丛中。柳霜走在最前面，用树枝开路，白芷和白芍姐妹互相搀扶着，温若晴则落在后面。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林诗音，她今天显然心不在焉的很，荒岛上的体力消耗极大，哪怕之前在林峰那里吃的再饱再好，隔了1天1夜，林诗音的肚皮又开始不受控制的抗议了。但前天晚上林峰最后那句下次再跟你算账，林大哥后像个魔咒，始终震慑着他。林诗音就这么抓心挠肝的纠结着，不知不觉间他就与前面的温若晴拉开了将近10米的距离。看着那个落在最后魂不守舍的绝美背影，林峰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恶劣的笑容。送上门来的大哥后不去逗逗他，简直对不起那顿烤肉。林诗音忽然觉得身后一暗，好像有什么东西遮住了头顶的光，他刚想要回头，但已经晚了。林峰的大手从背后伸出，捂住了他的嘴。林峰抱着他，很轻松地将他带离原地，躲进了一棵古树后方，一只手依旧紧紧捂着他的嘴。林峰微微低下头，用一种戏谑的语气开口：好巧啊，林大哥后，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林峰挑了挑眉，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慢慢放开捂着他嘴巴的手，问了一声：你怎么不怕？谁说我不怕了？刚才我差点被你吓死了，你知不知道？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挣扎了？挣扎干什么？你还能对我怎么样不成？这话落在林峰耳朵里，味道可就完全变了。挑衅，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一个才自己面前低过头，吃了自己烤肉的女人，现在居然敢用这种话挑衅他。好啊，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能对你怎么样。话音未落，林峰整个人都压了上去。直到这一刻，林诗音才知道自己貌似说错话。等等，林峰！林诗音慌了，她背后紧紧贴着树干，退无可退，两只小手慌乱地抵住林峰的胸膛，试图阻止他的靠近。手腕被松开，林诗音整个人直接顺着树干滑了下去，瘫坐在了潮湿的草地上。她那张脸此时红得快要滴出水，眼眶里噙着泪花。你这个无耻的流氓！林峰对他的怒骂毫不在意，甚至还悠然自得地拍了拍手。他慢吞吞地从腰间系着的小型网兜里取出一串圆润饱满的葡萄，林峰摘下一颗扔进嘴里，牙齿咬破果皮，发出极其诱人的咀嚼声。林诗音指着他的手指慢慢垂了下去，他盯着林峰手里那串水灵灵的葡萄，喉咙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了一下。刚刚被他忽略的饥饿感再次涌了上来。我也饿了，我也要吃葡萄。可看着林诗音那张因为生气和羞耻而显得格外娇艳的俏脸，林峰这个不当人的家伙脑子里又开始整幺蛾子。在林诗音疑惑的目光中，林峰不紧不慢地从那串葡萄上摘下了最大、最圆、最紫的一颗，然后他没有把葡萄递给林诗音，而是将其轻轻咬在了自己的大门牙中间。林峰微微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就这么叼着那颗饱满的葡萄，冲着坐在地上的林诗音挑了挑眉，那眼神、那姿态，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想要自己来拿呀。3分钟过后，林诗音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小跑，连呼吸都还带着几分急促。温若晴正笑眯眯地朝他走来。林姐姐，你回来啦，我都等你好久了。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没有胡说。怎么样，林峰大哥的葡萄甜不甜呀？好啦好啦，不逗姐姐了，柳霜姐姐他们在前面呢，我们快跟上，免得掉队太久被怀疑。下午，林峰营地闷烧了一整夜加半个白天的土坑，此时已经彻底凉透。林峰蹲在坑边，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泥罐一个个提了上来。林峰用木棍在其中一个大陶罐上轻轻敲了敲，清脆而悠长的撞击声顿时在山谷里回荡开来。成了！林峰大喜，一整窑的陶器，3个大陶罐，2个陶盆，3个完好的陶碗，以及那2个带把手的陶锅，竟然全部烧制成功。小鸡炖蘑菇，整起！林峰把大陶罐拿到溪边清洗干净，装满清甜的山泉水，大步回到营地。他从山洞里抓出一只活鸡，处理完毕后开始处理调料。今天在林子里，他不仅采摘了大量水嫩金黄的鸡油菌，还凭借着鉴定功能，在一些阴暗潮湿的石缝和树根下找到了野生山姜、野蒜，甚至还有几颗能极大提香的野生八角。鸡肉切块，和鸡油、鲜菌菇、野山姜、野蒜、八角一起冷水下灌。最后，林峰撒入了一小把雪白精盐。大陶罐架在熊熊燃烧的火堆上，没过多久，罐子里的山泉水便咕嘟咕嘟的沸腾起来。鸡肉的油脂在高温下迅速融入汤中，原本清澈的水质渐渐变白，泛起一层金黄色诱人的鸡油花。与林峰这边的岁月静好不同，此时的女人营地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夏世宁被苏微微指派了提纯精盐的工作，可理论归理论，她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学校花，哪里亲自动手实操过？一下午的时间，夏世宁整个人都被折腾得狼狈不堪。可折腾到最后，过滤出来的水依然泛着灰色，尝一口还是苦涩难咽。废物，真是个废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连个盐都弄不干净。夜幕降临，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众人围坐在火堆旁，开始分食今天采摘回来的果子和烤蘑菇串。夏世宁一整天没有进食，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苏微微看着夏世宁面前那一滩黑乎乎、脏兮兮的烂泥水，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行了行了，别在这里碍眼了，折腾一下午就弄出这堆垃圾，先过来把这果子吃了，吃完继续弄。明天要是再弄不出能吃的盐，你就别想吃饭了。
夏时宁吸了吸鼻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他默默地捡起地上那颗沾了灰的果，小口小口地啃。就在夏时宁抹着眼泪，整个营地陷入一片死寂和压抑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鸡香味忽地顺着风向飘进了众人的身边，让这些个啃果子正起劲的他们不自觉地开始吞咽口水。我想吃肉，哪怕就一块肉，哪怕让我舔一口也行啊！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哀求，对这种看不到尽头的苦日子发出绝望的哀鸣。闭嘴！你以为就你馋吗？你以为就你想吃吗？再多说一个字，连这烂果子你都别吃了！都给我把嘴闭严实！方小曼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低下头去。整个营地彻底陷入了死寂。边缘处的赵雅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串干饼、无盐，甚至有些烧焦的野菜，又闻了闻空气中那股香的让人灵魂战栗的鸡汤味，渐渐地闭上了眼睛。连续2天没吃一顿像样的饱饭，早就不再是什么伪装了，她是真的饿了。老娘要吃肉，老娘要喝汤。赵雅把野菜塞进嘴里，猛地站起身。赵雅，你干嘛去？拉屎你也要管吗？赵雅大声对了回去，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着林子深处走去，蹑手蹑脚地绕开女人营地，顺着树丛一路朝着林峰营地的方向悄咪咪地摸了过去。赵雅猫着腰摸到林峰营地外围的灌木丛后面，整个人蹲在那里，她没敢直接冲进去。今晚不比以前都是后半夜女人营地全睡死了她才出来，今天这群女人还没有休息，她是趁着上厕所的借口偷溜出来。要是在林峰营地待太久，一定会被发现。林峰！赵雅压着嗓子喊了一声。火堆旁正品尝鲜美鸡肉的林峰忽地愣了一下，他转过头，顺着声音来源扫了一圈，很快就锁定了灌木丛里那个鬼祟的身影。赵雅，林峰皱了皱眉，有些意外。不对啊，女人营地那帮娘们今晚一个比一个精神，根本还没到入睡的时间，她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赵雅见他发现了自己，赶紧朝山洞的方向指了指，嘴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里面。林峰一下就明白了，他这是偷溜出来的，怕被人撞见。行吧，他起身把大陶罐双手端起来，大步走进山洞深处。赵雅看到他进去了，赶紧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弓着腰闪身钻进了山洞。山洞内的空间相对狭小，陶罐里散发出来的鸡汤香味在狭小空间里被成倍凝聚着，香得人脑子发晕。这是小鸡炖蘑菇。赵雅的声音压得极低，但那股子激动根本藏不住。刚出锅的。林峰不紧不慢地盘腿坐下，将陶罐搁在面前，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跟他分享的意思。赵雅等了10来秒，林峰依旧没有任何表示。行，懂了，这狗东西就是在等他主动开口。老样子。赵雅撇过头去，耳朵尖泛红，声音闷闷的。然而出乎赵雅意料的是，林峰居然拒绝了。赵雅一愣，怎么了？林峰往后靠了靠，2只手环抱在胸前，看着赵雅。大超模，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最先是烤鸡，后面是鱼汤。林峰，你别太过分。林峰收回了打量赵雅的视线，重新夹了一块肉送进嘴里。行啊，不碰你。什么？那我换别的条件行不行？你说，我帮你干什么活都行，明天帮你熬盐，还是帮你去打水？林峰吃完肉，把鸡骨头往旁边一吐，他偏过头扫了一眼角落里那个豁了大口子的破陶碗。林峰伸手把那个破碗拿过来，从陶罐里舀了半碗鸡汤出来，然后他把这碗汤搁在了自己脚边的地面上。你明明还有其他完好的碗，为什么偏用这么个破碗给我装吃的？你把我当要饭的？林峰，你他们有没有搞错？我是人，不是乞丐，让我喂你吃肉我忍了，你现在把我当叫花子，你疯了吧？不喝就滚，别浪费我时间。说完，林峰直接抱着陶罐自顾自的大快朵颐起来，鸡肉、蘑菇、热汤，一口接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赵雅站在原地，她低头看着地上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鸡汤，金黄色的，油花一圈一圈的，只要端起来就能喝到。林峰依旧自顾自的吃肉喝汤，根本就不理会赵雅。最终，赵雅蹲下身，双手捧起那个破碗，她低下头，轻轻抿了一口温热的鸡汤，很香，真的很香。林峰的眼底终于闪过一丝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伸出右手，不轻不重的在赵雅那有些凌乱的头发上揉了揉，这就对了吗？林峰的声音温柔的像在哄情人，手里的筷子极其大方的从罐里夹起3块最为柔嫩的鸡腿肉，啪嗒一声放进了赵雅面前的碗里。来，听话的奖励，不过要用手抓着吃。赵雅的身体狠狠一颤，她低着头盯着碗里那3块被鸡汤浸透的肉，最终泪水还是没控制住的决堤了，一滴接一滴不断的砸进那碗鸡汤里，荡起圈圈涟漪。赵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完那碗里的3块肉的，她只知道肉很嫩，汤很鲜，整个山洞一片寂静。吃完了。林峰的声音从头顶飘下来，声音听不出情绪。赵雅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就在她准备撑起身体时，一只完好无损的大陶碗出现在她的视线，碗里装得满满当当。林峰没弯腰，也没蹲下，只是手臂自然的下沉，将碗送到了她的面前。赵雅半跪着，仰着满是泪痕的脸，怔怔地望着那碗肉。接着，直到听见林峰的提醒，她才有些机械地伸出双手，指尖颤抖着接过了那只温热的大陶碗，随后那双竹筷也塞进了她掌心里。林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见自己接过碗后，他直接转过身坐回火堆旁，继续喝自己的汤，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废话。赵雅捧着碗，还蹲在地上，手指死死攥紧竹筷，夹肉送进嘴里，嚼碎咽下，真香，和刚才那个破碗装的肉味道一模一样，但又完全不同。渐渐的，陶碗见底，赵雅沉默地放下筷子，低头看着手里的空碗。吃饱了就滚吧。林峰的声音传来，赵雅这才缓缓站起身，她没回头，也没出声，弯腰钻出山洞，迅速融入了外面的夜色。月光惨淡，赵雅沿着来时的那条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她的脑子很乱，却什么也处理不了。黑暗中，一个软糯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沈小棠小声嘟囔着：“赵雅姐姐，你身上好香，是肉香。”
你又去林峰哥哥那里吃肉了，好吃吗？他今晚做什么啦？你怎么不带上我啊？小唐，你说一个人如果为了吃一口肉，可以放弃所有的钻研，那他还算是个正常人吗？沈小唐歪着脑袋，有些不明白赵雅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放弃尊严？什么叫放弃尊严？赵雅姐，我觉得能吃饱就是好事呀。赵雅没有再说话，只是缓缓闭上双眼，面朝冰冷的石壁，将自己蜷缩成一团。习惯了就好了。是啊，人什么都能习惯的，习惯饥饿，习惯屈辱。赵雅姐，明天晚上你能带我一起去吗？明天再说吧。清晨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林峰的营地里。林峰起床后伸了个懒腰，取出前些天剥下来的那张猎鹿皮，晾了这么些天，摸上去已经微干，手感略有些粗糙。随后他找出一片锋利的石片，在腹部最软的位置来回切割，最终一整块坚韧的皮革被他剥离下来。最后他又拿出细竹签，在皮革的边缘处扎出一圈密密的针眼，最后用藤蔓包出来的细纤维充当缝线，学着脑海中百科资料库的缝制手法，反复穿针引线。不过半小时，一个鹿皮水袋便在他手里成了型。林峰用一节空心细竹管充当壶嘴，塞进水袋口，用藤条缠紧，灌满山泉水试了试，不漏水，携带方便，分量也轻，背在身上刚刚好。有了水袋，林峰又把目光投向旁边那堆腌鹿肉条，新烧好的陶锅架上火堆，灌进山泉水，10几根肉条直接扔了进去。煮这些肉不是为了现在吃，生肉腌制后直接熏还是容易坏。现在他有陶罐了，完全可以先用滚水煮熟，煮紧实，最后再挂到火堆上方，用失踪渔业焖出来的浓烟慢熏1天，这样折腾出来的鹿肉干水分极少，耐放得很。更重要的是，以后出门打猎，腰里挂着水袋，兜里揣着肉干，就算在林子里迷路2、3天也饿不死。林峰往火堆里添了把柴，看着陶锅里咕嘟冒泡的肉汤，满意的嘀咕了一句。30米外的女人营地，气氛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迷。营地角落里，夏时宁跪坐在地上，面前一滩黑乎乎的泥水，她有些无助地盯着那堆东西看。她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好，天刚亮就被苏微微硬生生从草堆里拽起来。出门前，苏微微甚至把周婷给留了下来，专门盯着她，防止她偷懒。快点弄啊，高材生！微微姐脾气好，我可没那么好说话。昨天折腾了一下午，连个盐都弄不干净，真不知道你大学读到哪儿去。夏时宁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连哭都不敢哭出声。她只能用树叶兜着水，一点点地往炭灰里倒，尝试摸索。打水回来的赵雅提着沉甸甸的芋头叶，刚走到营地边缘，就看到了这一幕。赵雅姐，快点啊，水桶沉死了！马上，赵雅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恐，提桶向前走去。旁边突然传来周婷的一声惨叫，周婷双手捂着肚子弓下了腰，额头上冷汗直冒。昨晚那一小块苦盐的后遗症还没有结束。夏时宁，你给我老实干活，要是敢偷懒，看我回来后不打断你的腿！周婷咬着牙骂了一句，再也憋不住了，她夹着腿，火急火燎地跑进旁边的灌木丛里。营地角落里，一时间只剩下了夏时宁一个人，他正抽泣着，用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无助地擦着树叶上的泥水。赵雅站在原地，看着夏时宁那绝望的背影，他知道怎么提纯盐。那天夜里在林峰营地帮工时，他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操作的。自己要是帮了夏时宁，就等于用林峰的知识帮了苏微微这个敌对营地。要是林峰知道了，会怎么看他？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会不会生气，不再给他肉吃？光是想想那种可能性，他输不起，他承受不起林峰哪怕一丝一毫的怒火。赵雅到一旁歇脚的功夫，沈小棠的注意力已经飘到了不远处那个跟泥水死磕的夏时宁身上，终究还是没忍住好奇心，迈着小短腿吧嗒吧嗒凑了过去。他蹲在旁边瞅了一会儿夏时宁用树叶漏斗来回倒腾的笨拙动作。夏姐姐，你怎么不把杂质沉淀分离呀？你这样一直过滤是弄不出能吃的盐的。什么沉淀分离？沈小棠没太多心眼，见人家问了，便理所当然的点头，顺嘴就往下接。对啊，把杂质丢掉就不苦了。我之前见林……闭嘴！还不等他说完，营地里就响起一声充满了愤怒与惊恐的怒吼。沈小棠整个人定住，他僵硬地转过头，只见不远处赵雅正盯着他，那双平日里冷艳的眸子盛满了快要喷出来的怒意，脸色难看的吓人。沈小棠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把制盐的法子都泄露了出去。沈小棠惊恐地看了夏时宁一眼，双手捂住嘴巴，连退好几步。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赵雅那眼神恨不得把沈小棠活剐。沈小棠的眼泪啪嗒啪嗒砸在地上，我真不是故意的。赵雅深吸一口气，把心头那股又怒又怕的劲儿硬生生按了下去，没再看沈小棠一眼，转身大步走开了。完了，沈小棠泄密了。虽然就那么一句话，要是林峰知道了……而夏时宁呆呆坐在原地，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那4个字吸引住了：沉淀分离。嘴里喃喃的，脑子飞速运转起来。他的目光忽然落在不远处熄灭的火堆底下，那些黑白相间的灰烬上。分离，草木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夏时宁的眼睛突然亮得骇人，整个人激动得快要叫出来。他顾不上脸上的汗水，连滚带爬跑到火堆旁，抓起一大把草木灰，直接扔进了那滩过滤出的浑浊盐水里。拿起一根树枝用力搅拌，片刻之后，原本灰蒙蒙的盐水变得更混了，白色的细小颗粒在水中翻滚，然后缓缓往叶子底部沉去。上层的液体真的开始变轻了。等杂质完全沉底，夏时宁小心翼翼用大树叶折成新的漏斗，把上层青液一点点倒进去。做完这些后，他深呼吸一口气，伸出手指沾了点盐水尝了尝，依旧有一丝淡淡的涩味，但那股让人舌头发麻的剧烈苦感真的消失了大半。成了，
真的可以。夏时令喜极而泣，可惜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能耐高温的容器，唯一的泥罐子还在山洞里阴干着。最后那一步把盐水熬干成结晶根本没法做，他只能用几片大树叶小心翼翼地将提纯后的浓盐水盛放起来。傍晚，苏微微带着采集组大部队回到营地，那几包苦涩感大减的浓盐水被夏时宁盛上去时，苏微微脸上虽然依旧拉着，但她眼底的喜色却怎么也藏不住。哼。算你还有点用。行了，拿去把野菜和蘑菇抹上，先吃饭吧。晚饭还是那老三样，果子、烤蘑菇串、烧野菜，但这回不一样了，用大树叶蘸着浓盐水在蘑菇和野菜上刷了一层，烤出来的东西终于有了咸味。盐水里那丝微苦还在，但对于这群快要淡出鸟来的女人来说，已经称得上美味了。有咸味了，真有咸味了，终于不用干嚼了。整个营地里洋溢着一种近乎荒谬的幸福感，哪怕隔壁林峰营地那边煮鹿肉的浓香飘了一整个下午，他们也觉得今晚这顿饭格外满足。深夜，营地的火堆渐暗下去，女人们在咸味的抚慰下沉沉睡去。角落里，沈小棠缩在干草堆中，浑身止不住的发抖。昨天晚上，她还满心期待着今天赵雅能带她一起去林峰那里，可经历了白天自己不小心泄密那档子事之后，借她10个胆子也不敢提了。她怕林峰会因为她说漏做而惩罚她，然而她不提，不代表别人会放过她。起来，赵雅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一只手伸过来拽住了沈小棠的胳膊，把她从干草堆里硬生生拽了起来。赵雅姐，我今天不去了，我不敢去，林峰哥哥肯定会打死我的。你今天必须跟我去，亲口跟林峰认错。我不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自己去跟林峰说，是你泄的密，到时候你再后悔可就晚了。这下子是沈小棠彻底绝望了。赵雅又冷冷地问了一句：“走不走？”沈小棠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咬着下唇，最终还是站起了身。我去。赵雅拽着沈小棠的胳膊从山洞里钻了出来，沈小棠被她拖着跌撞撞往前走，赵雅没理她，走出10几步，她要带沈小棠去林峰那里认罪。可认罪之后呢？沈小棠泄了密，万一林峰一怒之下牵连到她呢？光是想想那个画面，赵雅就觉得浑身颤抖。赵雅的脚步慢了下来，沈小棠在后面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赵雅姐，我手腕好疼。闭嘴。跟上！两人刚绕过一处茂密的高树丛，前方树影下突兀地立着2个有些模糊的身影。赵雅脚下急停，月光穿过树冠缝隙，斑驳地洒在前方。温若晴挽着林诗音的胳膊，正低声和对方说着什么。听到动静，抬起头呀，赵雅姐姐，小棠妹妹，真巧啊！一旁的林诗音则有些不自在地别过头去，一只手下意识捂着肚子。林诗音已经整整2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饱饭，今天好不容易分到了刷了盐水的野菜，可那点东西对她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她今晚本是打算跟着温若晴去林峰那里找点吃的，结果被撞了个正着。而看到2人的那一下，赵雅那些关于丢脸和被迁怒的自我纠结，全被她甩到了九霄云外。涌上来的是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温若晴，赵雅往前跨了2步，1米7、8的身高在夜色中散发出极具压迫感的气场。今晚你们俩别去了。赵雅的声音冰冷而强势，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赵雅姐姐，这是为什么呀？林峰大哥那里难道今晚不见客吗？沈小棠犯了错，夏时宁今天能做出可食用的盐水，就是因为这死丫头嘴快，把沉淀分离提纯盐的办法泄露了出去。听到这话，温若晴和林诗音的脸色同时一变，2人的目光齐刷刷定在了沈小棠身上。沈小棠吓得浑身一哆嗦。今晚我带沈小棠去林峰那里领罚，为了不打扰林峰处理这件事。月光下，2个女人在寂静的林子里无声地对视着。温若晴盯着赵雅那张冷艳，甚至隐隐透着一股狠劲的俏脸，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什么。既然是这样，那确实应该让小棠妹妹先去给林峰大哥赔罪呢。要是林峰大哥生起气来，可就不好哄了。不过赵雅姐姐，既然今晚我们让步了，那明天晚上可就是我和林姐姐的时间了哦。行，明天晚上我不跟你们抢，那就这么说定了。祝小棠妹妹今晚好运哦。走吧，林姐姐。你为什么要让？我饿了2天了，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出来，结果被他一句话就给打发回去了。林姐，你太心急了，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赵雅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难对付了。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她的变化。你是说她在林峰那边地位比我们想的要高？不确定，但这种时候硬碰硬只会多一个敌人，不如退一步卖他个人情。反正林峰那里的肉，明天晚上也少不了我们的。林诗音听得有些似懂非懂，但肚子传来的饥饿感还是让她沮丧地叹了口气。好吧，听你的。灌木丛的另一边，赵雅目送2个人影彻底消失后，紧绷的肩膀才终于松了下来。待会儿进去了放聪明点，林峰要你怎么罚你就怎么受着，一个字都不要反抗，听清楚没有？沈小棠吸了吸鼻子，眼泪汪汪的点了点头。赵雅拨开最后一丛灌木，沈小棠跟在她身后，2个人一前一后踏进了林峰的营地。火堆旁边，林峰盘腿坐着，竹筷夹着陶罐里煮的鹿肉干，有一下没一下的翻动。听见脚步声，他侧过头，正好撞上赵雅把沈小棠往前一推的画面。道歉。小丫头半秒没犹豫，冲着林峰对不起。林峰手里
里筷子悬在半空，当场愣在原地。怎么回事？赵雅站在沈小棠身侧，三两句交代完了白天的事。沈小棠嘴快，把你之言用草木灰沉淀的法子说漏了，我带过他来，让你处置。说完，他就低下头，不再开口。沈小棠早哭得稀里哗啦，鼻涕眼泪糊了满脸，整个人缩成一团。林峰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沉默了几秒。就这草木灰沉淀分离，这东西压根算不上什么高端技术。就算沈小棠不说漏嘴，苏薇薇那帮人迟早能自己琢磨出来。再不济哪天蹲他营地外围偷看一会儿，也能学个七七八八。这压根算不上损失。可赵雅居然拎着人来了。真正让他在意的是赵雅的态度。对自己来说，沈小棠说漏了嘴只不过是一件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事。可是赵雅却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已经开始下意识地开始站在他的角度开始思考问题。他目光从沈小棠脸上挪开，落到赵雅身上。此刻这位大超模正低着头，不敢正视林峰一眼，看来他是真的怕了。既然他们都来了，那自己就配合一下吧。想通这些，林峰转过身，用竹筷从咕嘟冒泡的陶罐里捞出几块煮得软烂的鹿肉，又舀了小半碗汤推了过去。饿了吧？先吃。赵雅猛地抬起头来，她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了张，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不是就这样，不骂也不罚，愣什么？凉了就不好吃了。林峰拍了拍他旁边一块平整的石头，下巴往那边一扬，坐这儿帮我看火。赵雅喉咙滚动了一下，一股酸涩的劲儿从鼻腔冲上来，不能哭，站起身走到石头旁坐下，端起陶碗开始吃饭。赵雅吃得很安静，也很认真，吃了几口后，又伸出一只手去拨火堆里的柴火，歪到一边的粗枝被他推回火焰中间，底下火苗均匀了不少。赵雅没再说话，这些林峰都看在眼里，面上没有任何表示。林峰转过头，看向还跪在洞门口哭得一塌糊涂的沈小棠，过来。沈小棠浑身一哆嗦，哭声咔的一下卡住了，那双红肿的杏眼圆睁着，全是恐惧和茫然。不能跑，跑了就再也吃不上肉了。沈小棠抽噎着从地上爬起来，林峰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沈小棠处在3步开外，看着他这副怂样，林峰一时间还真有点犯难。毕竟这小丫头本来就没犯什么大错，打一顿算了吧，但直接放过她也不行。太轻易的原谅，只会让他觉得管不住嘴没代价，下回还敢把更要紧的东西往外苏薇薇那边搂，这可不行。那到底该怎么？还没等林峰想出个章程来，沈小棠自己先绷不住，小姑娘扑通一声扑过来，双手抱住林峰的小腿。林峰哥哥，我错了，我再也不乱说话了。你想怎么罚小棠都行，打也行，骂也行，让我干活也行，就是千万别不给我吃东西了。林峰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有个主意。对沈小棠这种纯吃货属性的小丫头，食物奖惩加点小惩大戒，绝对够她长记性。而且这个惩罚的让她觉得不至于活不下去，但又足够丢人，足够刻骨铭心。沈小棠小心翼翼地出声：“林峰哥哥，你要怎么罚小棠？”听到这话，林峰嘴角一勾，右手悄悄扬了起来，啪的一声，沈小棠整个人弹了起来，双手啪的一下捂住屁股，在原地蹦了好几下。她转过身来，眼眶里水雾又起，疼！你打我屁股！林峰收起那只罪恶的手，板起脸来，声音冷冰冰的：“转过去。”不转！你怎么能打那里啊？你再不转过去，今晚就没饭吃了。这话一出来，沈小棠的身体比脑子先做出了反应，她的脚几乎是自动转了方向，乖乖撅好。你欺负人就知道用不给饭吃威胁我。林峰没搭理他的碎念，右手再次扬了起来，啪！沈小棠整个人又弹起来，好疼啊！沈小棠，给我回来！不回去，打死也不回去了。那行，今晚你回去啃树皮吧。3秒之后，沈小棠又乖乖回来了。林峰此刻邪魅的炫耀起来，说道：“此处略去9980一下。行了，起来吧。”沈小棠此刻正蹲在山洞最里面的角落，双手死捂着屁股。听到林峰的话，他也没敢站起来，万一是炸他了。林峰走过去，手在他头顶揉了2下。下次再多嘴，就不给你饭吃了，听见没有？林峰的语气听上去凶巴巴的，但手上的动作却不由自主的又多揉了2下。沈小棠委屈的点了点头，听见了，再也不敢说了。洗把脸，去吃东西。林峰丢下这话，转身往火堆旁走去。身后的沈小棠听到吃东西3个字，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太好了，能吃饭了。以后沈小棠那边你帮我盯着点，这丫头嘴笨心大，没脑子还爱说话，你比她机灵，帮我管着。说完，他偏过头看了赵雅一眼，赵雅的胸口猛地一跳。我知道了，他虽然表面上没什么表情，但低下头后嘴角怎么也压不住。林峰让他管着沈小棠，是不是意味着在林峰心里，自己已经是可以被信任的了？又过了几分钟，沈小棠从慢吞吞的挪了过来。林峰拿起陶碗，从罐子里舀了一碗鹿肉汤，又加了几块肉递到沈小棠面前，给沈小棠吸了吸鼻子，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碗来。他没敢坐，准确的说他屁股疼坐不下去，最后只能侧着身子，用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半蹲半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开始喝汤。第一口下去，热乎乎的鹿肉汤滑进肚子，沈小棠顿时幸福地眯起眼睛来。要是能天天吃肉喝汤，就是天天被打屁股也值了。等吃到傍晚的时候，沈小棠悄悄挪到赵雅旁边，红着脸，声音压得极低：“赵雅姐，林峰哥哥打完我之后摸了我的头，他是不是没有真的生气啊？”赵雅侧过头看了一眼沈小棠，吃你的，少想有的没的。半个小时后，汤喝完了，肉也吃完了，沈小棠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揉了揉自己鼓起来的小肚子。赵雅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但她没有立刻往外走，她在原地顿了顿，抬眼看了一眼火堆旁那个正在往陶罐里加水的林峰。赵雅随后深吸一口气，走到了林峰身后，然后她伸出双手，从背后轻轻地环住了他的腰。林峰手上的动作顿住了。林峰，再给我
一点时间，我会准备好的。不急。闻言，赵雅嘴角勾起自打上岛以来第一抹甜蜜的笑容。赵雅在他背后又停留了2秒，才慢慢松开手，退后一步。我们先回去了。我也要抱抱。一个倔强的声音突然响起，紧接着一团软乎乎、热腾腾的东西直接从侧面扑了过来，死死地贴在了林峰身上。林峰低头一看，沈小棠正双手环着他的腰，整张小脸埋在他胸口，小脸在上面蹭来蹭去。赵雅咬紧了后槽牙，早知道就不带这死丫头来了。之前还以为沈小棠就是个只知道吃的傻白甜，没什么威胁，现在看来他是彻底看走眼了。林峰笑了笑，他抬起手，在沈小棠毛茸茸的脑袋上揉了2把。行了，松开吧，走了。赵雅黑着脸，语气比刚才冷了不止1个度。他一把拽住沈小棠的胳膊往外走。赵雅姐，你慢点。你刚才怎么就直接往上凑了？你一个女孩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害羞，不怕林峰占你便宜？可是林峰哥哥会给我肉吃呀，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挺喜欢被他抱着的感觉，暖烘烘的。听着这丫头的发言，赵雅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她死死地盯着沈小棠那张红扑扑、满是春意的娃娃脸。这死丫头恋爱了，她不是在为了食物演戏，她是真的想跟林峰谈恋爱。你真是不知羞！你刚才不也抱了吗？你还跟他说你会准备好的。你准备好干嘛？你闭嘴！赵雅老脸疼的一下红了个头，她猛地伸手捂住沈小棠的嘴。少打听我的事，再多嘴，以后我真不归。沈小棠被捂着嘴，只能冷冷地眨着大眼睛，连连点头。走了，回营地。赵雅黑着脸，有些烦躁地拽了沈小棠一把，快步朝主营地走去。只是他们2人都没有发现，在另一个方向有一个身影从灌木丛后面缓缓地起身。起夜的夏时宁歪了歪脑袋，大半夜的，他们怎么从那个方向过来了？清晨，一股淡淡的咸香夹着点椒糊味从主营地里弥漫开来。众人正围着火堆，小口小口嚼着刷了低质盐水的烤蘑菇。夏时宁却没资格享受这片难得的轻松，他正蹲在一旁摆弄着那几片破烂的树叶漏斗，一遍遍过滤着浑浊的粗盐水。苏微微坐在一旁，一边嚼着蘑菇，一边冲夏时宁下令：这些弄完了才能吃，听见没？面对这种近乎刻薄的压榨，夏时宁连头都不敢抬，只能顺从的低头继续干活。江月正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慢条斯理啃着手里的果。他看似在漫不经心吃着早饭，可那双锐利的眸子却始终一眨不眨地盯着夏时宁的每个动作。从草木灰的分量到泥水的搅拌频率，再到树叶漏斗里细沙和木炭的铺设顺序，江月看得极其专注，将每个细节都死死地记在脑海里。夏时宁终于勉强过滤完了最后一包盐水，他刚咬了2口自己的早饭。行了行了，吃过了就各自出发吧。打水组今天多提点回来，别磨蹭。夏时宁赶紧消灭掉手里的食物，拎起那2个芋头叶水桶，准备跟着赵雅他们出发。可他刚走到营地边缘的一棵大树后，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的树影里传来。接着，夏时宁吓了一跳，一回头就看见江月正静静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夏时宁反应过来，一个圆滚滚、红澄澄的野果便被塞进了他的手心。夏时宁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手里这颗比平时分配的要大上整整1圈的果。江姐，拿着，算是感谢。感谢什么？夏时宁歪了歪脑袋，有些想不明白。在这营地里，他的食物配额一向偏少，这颗果子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的宝贝。他转过身躲在树后，3两口便将那颗酸甜多汁的果子塞进嘴里咽了下去。干瘪的胃部终于得到了一丝抚慰。擦了擦嘴角的果汁，夏时宁不敢耽误，赶紧提起水桶，快步往前走去。通往小溪的山路上，灌木丛生，走在最前面的依旧是混血超模林诺，步伐那叫一个虎虎生风。赵雅和沈小棠慢悠悠地跟在后面，走路姿态就跟在自家后院散步似的。走在最后面的夏时宁看着前方赵雅和沈小棠的背影，眼里的疑惑却越来越浓。不对劲，真的很不对劲。赵雅和沈小棠可是被苏微微打压最厉害的2个人，每天分到的食物比自己都少，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比能稍微多分点食物的自己状态还要好？夏时宁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昨天晚上那一幕，当时他没多想，可现在仔细一琢磨，回来的那个方向不就是林峰营地的方向吗？夏时宁几乎已经可以100%确信，昨晚赵雅和沈小棠绝对是偷偷溜去林峰的营地吃好东西。想到这里，夏时宁的心跳不由得有些加快，但他心里并没有任何要向苏微微告发的想法。相反，因为沈小棠昨天的无心插柳，他才能摸索出提纯盐水的办法，免于挨饿。此时他看着前方毫无防备的2人，心里反而有些替对方担心起来。万一哪天被苏微微或者林诺撞见了，他们可就惨了。夏时宁深吸了口气，快步走上前去，凑到了沈小棠的旁边。那个赵雅姐、小棠妹妹，我昨天晚上起夜看到你们从林峰营地那个方向回来。这句话让赵雅和沈小棠的血液都心里一惊，而赵雅的眼神则在瞬间变得凝重，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威胁。你想怎么样？去向苏微微告密？不是的，我没想威胁你们，我就是想提醒一下，你们以后要是再去的话，一定要小心点，千万别被苏微微他们发现了。听到这番话，沈小棠紧绷的身体瞬间一软，拍着胸口长长舒了口气。沈小棠感激的说：吓死我了，谢谢你啊，夏姐姐。不用谢，我其实更应该谢谢小棠妹妹。
昨天要不是你提醒我，我根本弄不出盐水，今天连早饭都吃不上呢。看着夏世宁那张满是真诚与惬意的俏脸，赵雅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了些。但她毕竟不像沈小棠那般单纯，在这残酷的荒岛上，口头上的保证和善良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只有利益捆绑，只有让对方也成为共犯，变成一条绳上的蚂蚱，她才能真正放心。想到这里，赵雅转过头看向一旁还在拍着胸口庆幸的沈小棠，低唤了一声“小棠”。沈小棠有些懵懂的抬起头。赵雅姐怎么了？赵雅没有说话，只是极其隐蔽的用眼神示意了下沈小棠腰间挂着的那只粉色防水小包。昨晚吃饭时，林峰给了他们一小串葡萄，此刻可还在沈小棠的包里放着。然而沈小棠这个直脑筋的吃货，哪里能理解这眼神的含义？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赵雅那不断往包上瞥的眼神，有些天真，甚至带着几分关心的问道：“赵雅姐，你眼睛不舒服吗？怎么一直在眨呀？”听到这句话，赵雅整一个瞬间无语。给他葡萄。沈小棠一愣，她猛地瞪圆了眼睛，两只小手一拍，有些后知后觉的惊呼出声：“我给忘了。”而一旁的夏世宁则有些手足无措，一双杏眼怯生的在两人身上来回打转。沈小棠缩着脖子，手忙脚乱地拉开腰间那只粉色防水小包的拉链，她从里面捧出一小串紫黑饱满的葡萄。在这座连酸果子都不够吃的荒岛上，这串圆润饱满的葡萄，在夏世宁眼里简直堪称奇迹，每一颗都泛着诱人的光泽。赵雅没有废话，直接将这串葡萄强行塞进了夏世宁手里。吃下去，昨晚的事就当没看见。你也是偷吃林峰东西的共犯，大家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干净。夏世宁捧着那串沉甸甸的葡萄，整个人都有些发毛。听着赵雅那近乎威胁的封口令，他看着手里那颗颗诱人的果实，终究没能熬得过饥饿。他摘下一颗放进嘴里，牙齿咬破果皮的瞬间，丰沛极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里迸溅开。那一瞬间的甜美，让夏世宁整个人都忍不住想哭，太好吃了。脑海中甚至不可抑制地闪过一个念头，要不以后他也跟着去林峰那里偷吃。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夏世宁便猛地打了个寒战。不行，一想到万一被苏微微发现，自己将会迎来怎样惨烈的欺负和排挤，夏世宁红着脸，小声对赵雅和沈小棠说：“我吃完了，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看着夏世宁那副虽然害怕却异常认真的模样，赵雅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只要吃了东西就是共犯，这个胆小的姑娘绝不敢拿自己的生存去冒险。走了。林诺那蠢货要等急了。赵雅扯了沈小棠和夏世宁一把，三人再次加快脚步，朝着小溪方向赶去。与此同时，密林另一侧，江月搬着一捆沉甸甸的干柴回到临时据点，随手往地上一扔。怎么样了？江月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清冷的目光扫过四周，空地一角，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小堆洗净的野果和菌菇，分门别类，连大小都差不太多。林昭然正站在两堆码放的极其整齐，连长短都近乎一致的柴火旁，他伸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副无框平光眼镜，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声音轻冷：“除去今天需要上交给锦营地的份额，我们自己私存的柴火和食物，足够支撑我们4个人在不进行任何采集的情况下高效率生存3天。”而在另一边，楚韵正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她的身旁散落着一堆堆极小、已经熄灭的灰色灰烬。楚韵的脸上挂着一抹古典温婉的佛系微笑，动作不紧不慢地将手里的简易弓钻收好。小月，我这边也没问题了，弓钻生火的成功率已经稳定。我们随时可以拥有独立的火源。而在楚韵身侧，年纪最小的盛星言正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用手里锋利的石片极其专注地削着一根硬木，那根硬木的一端已经被他削得极其尖锐，隐隐透着一股杀气。楚韵手里的那把弓钻，就是出自他这双精致灵巧的手。江月看着这一切，满意的点了点头。我今天盯着夏时宁，已经差不多摸清了他们制作盐水的过程。草木灰和粗盐水混合，沉淀过滤。慢着，打断了江月的是林昭然，他突然开口：“在没有亲手成功提取出符合食用标准的盐水之前，我建议不要轻举妄动，脱离锦营地的事情必须往后推，还要等。我已经受够苏微微那个蠢货的指手画脚了，必须等。食用盐事关我们的生理机能，容不得半点马虎。没有稳定的钠摄入，我们撑不了多久。”这时，楚韵微笑着站起身，轻轻拍了拍江月的肩膀：“小月，别急。昭然说的对，万事开头难，咱们已经熬了这么几天了，不差这一时半刻，慢慢来。”稳妥最重要。在楚韵的安抚下，江月深吸了一口气，眼底的暴躁终于渐渐平息了下去。他转过头，看向还在默默削着长毛的盛星言：“星言，你手巧，一会儿帮我做几个漏斗工具。我今天就开始尝试制盐。等到我们成功做出精盐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脱离苏微微的时候。”盛星言手里的石片微微一顿，随后轻轻点了点头，声音细小却极其坚定：“交给我。”夜幕再次降临，30米外的岩壁营地，火光熊熊。林峰抱着一大捆刚劈好的干柴，沉甸甸地卸在了山洞一侧。此时，原本宽敞的山洞内侧已经被柴火堆得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半个山洞的空间。林峰直起腰，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今天他确实累得不轻，一大早他就又跑了一趟那个隐秘的世外桃源，不仅在野鸡和野兔经常出没的通道上设置了几个全新的弹性吊套陷阱，还采摘了大量的香蕉和葡萄。而下午剩下的时间，他几乎全用来砍伐和收集柴火。在这热带荒岛上，天气说变就变，一旦遇到暴雨连绵的天气，没有干燥的柴火，连生火都是奢侈。
这些堆满半个山洞的干柴，足够他安安稳稳地烧上大半个月，彻底免去了他的后顾之忧。火堆上，新烧制的大陶罐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今天炖的是一整只肥美的野鸡，配上新鲜的菌菇和精盐，机油的芬芳在山洞里横冲直撞。林峰往火堆里添了根柴，有些疲惫地靠在岩壁上，他一边活动着酸涩的肩膀，一边在脑海中规划着接下来的生存步骤。陶罐有了，盐也有了，食物和柴火储备充足，接下来该准备点什么呢？正当林峰在脑海里思索着未来的发展规划时，营地外原本安静的灌木丛里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落叶摩擦声。林峰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眉头轻挑，这个点谁会来？他昨晚可没跟赵雅或者沈小棠约定今天见面，更不知道昨晚那两个女人私下里和温若晴达成的分赃协议。紧接着，温若晴那张扎着蝎子辫、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脸率先探了进来，而在他身后还跟着低着头、满脸通红、双手有些局促地揪着衣角的林诗音。看着在深夜突然造访的这两个女人，林峰先是愣了半秒，随即他的嘴角忍不住上扬了起来。他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肩膀，又盯着林诗音那张娇羞甚至隐隐透着几分认命般红晕的精致脸蛋，忍不住一愣。哟，巧了不是？温若晴笑眯眯地拉着林诗音走进营地，那脚步轻巧，跟来邻居家串门没两样。林峰大哥，打扰啦。他身后的林诗音从进来的那一刻起就没敢正眼看过林峰一次。林峰没急着回应温若晴，他揉了揉酸痛的肩膀，一副今天累坏了的模样。哎呀，又是砍柴又是摘水果，忙活了一整天，我这肩膀酸的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是累死我了。温若晴眨了眨眼睛，歪着脑袋看了看身旁的林诗音。呀，这不巧了吗，林峰大哥？林姐知道你今天砍了一下午的柴，肯定累坏了。这不，她心疼你，专程来给你按摩肩膀的呀。什么？谁要给他按摩？若晴，你在说什么？谁要？林峰则是故意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惊喜模样，撑起身子，明知故问地看着林诗音。是吗，林大哥后，你真是专门来给我按摩的？林诗音脸色唰的一下变红了。谁是专程来给你按摩的？可他话音刚落，还没等林峰说些什么，温若晴就直接伸手从后面轻轻推了他一把，将他直接推到了林峰面前。呀，林姐姐，都到这儿了，还害羞什么呀？我去帮林峰大哥看着活，你先给他按摩着，咱们分工合作嘛。听着温若晴那理所当然的安排，在感受着自己内空如也，甚至有些隐隐发痛的脸，林诗音咬着下唇，所有的傲气在这一刻被饥饿生生击碎。他低着头，知道了。林峰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伸手直接抓住自己 T 恤的下摆，往上一掀，宽大的黑色 T 恤被他一把从头顶扯了下来，随手就扔在旁边的石头上。火光的照耀下，他赤裸的上身忽明忽暗，每日签到强化的身体，轮廓下肌肉线条分明。林诗音红着脸，慢吞吞地蹲在林峰身侧，他伸出那双白皙柔嫩的双手，有些局促地搭在林峰宽阔的肩膀上，试探地捏了捏。这样就挺好的，别磨蹭了，开始吧，林大哥后。听到林峰的认可，林诗音咬了咬牙，闭上眼睛，终究没敢再乱动。林诗音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指尖深深地压进林峰结实的肌肉，手掌下的肌肉滚烫又硬实，随着他的按压起伏着，那种充满力量感的触觉从指尖一路窜上手臂。这个家伙在荒野里活得比谁都滋润，身体也比谁都壮。哎，对，就是这样，舒坦。林峰发出一声低沉而满足的闷哼，林诗音咬了咬唇，强装淡定地继续按压。而此时，温若晴已经接替了做饭的工作，她蹲在火堆旁，手里拿着一双干净的竹筷，慢条斯理地翻动着陶罐里的鸡肉和菌菇，白色的蒸汽裹挟着鲜香味儿扑面而来。温若晴用筷子蘸起一小滴鸡汤，抿了筷子尖，在舌尖上感受了一下咸淡，随后她转过身，从旁边的竹筒里捏了一小把雪白的细盐，均匀地撒入罐中，用筷子轻轻搅拌。火光摇曳的山洞里安静下来，林峰闭着眼，能感受到被上割后温热的体温和肩上恰到好处的力道，鼻尖还萦绕着鸡汤的清香。他动了动身子，随口问了一句：“对了，你们营地那边最近怎么样了？”